少爷，我这里刚进了一批大宗门出身的仙子，您要不要来看看？别瞎扯，人少爷挑仙奴必然是用来滋养灵根，背景管个鸟用。嘿，你别说，上次在我这里买仙子的那位少爷，就专挑有背景的高级货。滚蛋！少爷，您要不来我这儿看看？我摊位上可是有一位水灵根仙子，足以把少爷您的灵根滋润的通透畅快。穿越过来10多天了，曾经灵气充沛的仙谷盛世，在魔潮入侵后，灵气彻底枯竭，失去灵力的南仙仙者成了苦力，仙子惨遭抓捕，沦为仙奴。这虎面妖商极力推荐的仙子，体内水灵根估计早就被榨干了。这样的仙奴买来能干什么？连用作呵护灵根的灵盆都够呛。这人要求会不会太高了？这么多仙子，居然没有一个能入他的眼。这位少爷，我看你逛了半天也没找到心仪的仙奴，您要不要去我摊位上看看？我那边可是有位眉清目秀的男修士。滚你妈的！这位少爷，您要不要看看我家的仙奴？我后院里都是大宗门出身，从前起码也是元婴境的尖儿货。不用了。仙奴肥育手册提示，对方灵根净度70%，太难了。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灵根净度是50以上的仙子。少爷，您不会是想买它吧？他怎么了？少爷您过来，不瞒您说，它吧不怎么听话。我把它从灵仙山上捡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的，这种仙奴性子最烈了。我捡它回来的时候，可就被踹了好几脚。要不是前阵子下了点雨，估计早就被渴死了。哦，你会好心告诉我这些消息？少爷，你说笑了，老妖我这可是100年老字号，做的是包售后的长久生意，照顾的都是回头客，跟那些赚一票就找不到的散商不一样。要是您买下它不满意，那我不是自砸招牌吗？少爷，我看你也不缺钱，我这里的仙奴都是10枚灵石的售价，同样的价格，您可以在这里边挑一个听话的仙奴。算了，我就要这个。那少爷，您确定要它的话，现在就可以交钱结奴灵印了。确定。快，让你起来配合少爷结奴灵印，听见没有？奴灵印，不可能！在仙古时期，奴灵印可是修仙者们用来和灵兽结成主仆契约的一种仪式，哪怕灵兽再不情愿，待奴灵印生效后，也会被调成温顺听话的小猫小狗。可现在，竟然有人要在我的身上使用奴灵印！这位仙子，现在可不是什么仙古纪年，今年已经是魔历153年了，配合一点，对你我都是好事。配合你没有追求的贱民，我怎么可能？您还真是深知这些仙子的弱点啊，少爷，请带他来这边房间结印。少爷，需不需要我打些水来，也好让您看清他的脸？我这100年老店，可从来不会卖低劣仙奴。不用那么麻烦，赶紧开始结印好了。少爷通透，那我去门口等着，您好了随时叫我。坐下。让你坐，还不愿意了？已绑定仙奴云清河，木灵根天骄，灵根净度70%，境界元婴后期，负100的忠诚度。头衔天赋
可自动为弩主的晶石补充灵气。好家伙，这仙子竟然还是个富婆，甚至还有能够自动产生灵石的经济技能。仙弩中程度50点会解锁新头衔，补充灵气的数值随中程度增长。目前每日可补充的灵气为0，居然是0。起来，走了。走？跟我回家。谁要跟你？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仙奴，不想死就老实一点。少爷，结印完成了，您要不要再看看别的仙奴？他们可都是以前那些大宗门里出来的高级货。多买一个仙奴也能多一份刺激。你院子里的那些就不用了。你要是有新的仙奴，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多谢少爷，少爷灵根18。对了，敢问少爷住哪儿？到时候有货了，我亲自去通知少爷。一直往南走，第一个房子就是我家。往南走，南边，那不是临仙城边郊的贫民窟吗？贫民窟的穷人连生活都很困难，是怎么享受得起仙奴的？这就要开始了吗？自己身为仙奴的未来，给我的。我还不至于让自己的仙奴喝洗脸水。那老妖上曾说过，云清河被带到他那边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试喝了。从前的仙子的确只需要汲取天地灵气，不用同凡人般依赖反水粗食。可现在灵气都没了，云清河即便是元婴的实力，那也得跟凡人一样。涨了，真的涨了！一碗水真的让他的忠诚度涨了5点。只是一碗水，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你等着。果然又涨了，竟然又提高了5点。也就是说，只是让他喝水，就已经提升了10点的中意度。看来我找到了提高忠诚度的法子。不管他性子多倔，身体上的需求都避免不了。2碗喝下去，他对水的需求应该差不多了。再逼着喝，恐怕会扣忠诚度。但喝水终究给了我一个启发。这个厨房可是花了我足足2枚灵石来布置和采购的。来到这个世界后，我就明确了自己的2个最大需求：活下去以及吃点好的。可这个世界的食物对我来说根本难以下咽，自己冻成了唯一的选择。索惠穿越后的运气还算不错，醒来时身边有15枚灵石，这在贫民窟里绝对算得上巨富开局。那个家道中落的邻居是个例外，以至于我都有些怀疑自己穿越后的祖先是不是也跟夏风一样。这是人界的饭菜香。妈的，老子吃饭你看我干什么？墙不砌好，你还想吃老子的大饼？对不起，主人。算了，先停下，给我过来！仙奴能不能吃饭，是要等主人同意的。把主人伺候舒服了，自然就能得到饭菜了。可是从他买下我开始，我就没给过他好脸色，因此还被奴灵印折磨了好几次。隔壁的仙子已经让我切实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那么，他手里那香喷喷的饭菜，我该怎么得到？又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讨好？那家伙又开始干活了。我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不才结束过一次。过来吃饭。喂，叫你吃饭你没听到？叫我？而且是叫我吃饭。仙子是不用吃饭，但仙奴得吃。花了10枚灵石把你带回来，不是让你饿死在我家的。我对尸体可没什么兴趣。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你做的饭？怎么奴灵印又有效果了？我分明没有违抗。等等，这次奴灵印生效的有些莫名其妙，至少刚才他的眼神明显要比之前缓和了许多，连表情和语气甚至都有点认命的意思了。我觉得如果非要说是哪里出了问题的话，估计就是在称呼上了。称呼？你换个称呼，把刚才的话原原本本说一遍。好。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主人做的饭吗？果然是称呼。那吃饭吧。那主人，我该去哪里吃饭？这个土包就是饭桌，饭桌就这么大，你在周围随便找一块坐着吃就行了。只要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完成好，其余时候你想做什么，我不会管。
那你……那主人的意思是，我还有一定的自由？真的？忠诚度加60，现在为负70。他的天赋可以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目前每天可以补充3点灵气，每增加10点忠诚度，每日补充的灵气就增加1点。忠诚度越高，能得到的灵气就越多。奴主构阵当前有2个炼气级阵法可以不论数。第一，附灵阵能够生产灵气，但需要拥有能够生产灵气的仙奴，这个条件我已经有了。第二，闭魔阵，它会消耗灵气，能让我们在低等魔巢中隐藏起来。不过还需要解锁云清河的第1个词条才能真正使用，这才是仙奴手册真正的作用。培养仙奴，就能解锁更多更强力的奴主构阵。这些阵法不仅能够帮助我在这个世界更好的生存，甚至还能彻底征服这个世界。比起当初我看到的那些被当作牲畜的仙子，以及隔壁那位还在发出呜咽声的仙子，即便是仙奴，我也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他不但给了我水和饭，还承诺会给我一定的自由，甚至连在仙界都做不到的平等，他都潜移默化地表达了出来。我的奴主兴许是个善良的好人。你不吃？吃饭这种事情，应该要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能动筷。吃吧吃吧。怎么样？主人的炒饭好吃。忠诚度又增加10点，现在是负60，每日能够补充的灵气也提升到了4点。你知道这钟声是怎么回事？是魔潮，魔潮来了！林少，你听见林仙城的钟声没？听见了。怎么回事？之前忘记跟你说了，就代表当晚会有魔潮袭来。妈的，这魔潮竟然提前了！总而言之，祝你好运，林少。我现在也得亲自动手去砌墙了。贱人，动作麻利点儿！要是今晚之前不把墙砌好，老子在完蛋之前先把你玩完。主人，我们也要砌墙吗？不用，我有我的节奏。看来魔潮真要来了。这个时辰明明还远远没有到天黑的时候，而夜幕提前降临，正是魔潮涌来的一种征兆。对啊，他从前可是仙子，附灵阵本来就是仙家的构阵公式，所以直接问他不就好了？你知不知道附灵阵应该建在什么地方？附灵阵，魔潮入侵之后，天地间早已经没有灵气可用了，但它的原理主就要依靠天地间的天然灵气。一般来说，附灵阵都是建在仙家弟子平时歇息的地方。没错，这里不就是老子家里？那怎么就不能构阵了？这样建造的好处是，弟子休息的时候，阵法也能收集周遭残余的灵气，也能让弟子哪怕在睡觉时都得到灵气补充。对了，就是床上。等等，这个形状为什么既熟悉又陌生？联想到他刚才问起的附灵阵，没错，这就是附灵阵的构阵方式。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构阵，在仙界，我宗门里的附灵阵甚至比整片贫民窟还要大。构阵师水平越高，越能在不大的地方构建复杂阵法。我的奴主竟然还是一位优秀的构阵师，不错，他构建的的确是附灵阵。好了，但能在如此狭小的地方构建成功，他的级别绝对不低。可问题就是，主人，这附灵阵需要天然灵气作为基础才能激活。不用，你上去。富贵家族的男人往往会把女子带进附灵阵中，在灵气滋润下，便能让他们品尝到极似仙子的滋味。而作为仙奴的我，已经失去了仙子的灵气，所以他现在让我去床上。时间来不及了。这是灵气，在魔力153年的今天，这本不可能出现。你只要待在床上，附灵阵就能依靠你的木灵根生产灵气，这是唯一的前提。想挺过今晚的魔潮，你就老老实实别乱动。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既然阵还能这样启动，可这点灵气甚至比不上半块灵石，又怎么可能抵御魔潮？完美。该睡觉睡觉。好日子，开门！妈的，果然是贫民窟。
昨晚的魔潮都来了些什么玩意儿？原来是赤虎大人。哦，我记得你。夏风那小子说过，你是新搬来的。这是城主大人施舍给你们这些平民的低保，不过其中的3块晶石需要填满灵气，上交给城主大人，以表对城主大人对整座灵仙城的保护。保护费是安城税。转头去下一家，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哟，没想到这个新来竟然还挺富有，恐怕祖上也是跟夏风那家伙一样。3块灵石，真够黑呀！我竟然睡着了。昨晚的魔潮是一群魔界蠕虫，所以主人，你竟然真的在魔潮中活了下来。这个问题很白痴。对不起，主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原是仙界运灵宗宗主的亲传弟子，名为云清河。林恒，仙奴云清河中值度加20，现在为-50。仙奴天赋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目前每日可补充的灵气为5，每增加10点忠诚度，增加1点灵气。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解锁仙奴的新头衔——萌芽瑶仙。她是运灵宗内如春芽般生长的木灵根仙子，被天才地宝所供养，天生娇贵。但在历经风雨后，萌芽瑶仙会变得格外脆弱。头衔天赋赋予奴主春天般的亲和力，增加奴主在保护行为上的忠诚度提升，适用于所有仙奴。升级后可获得头衔银玉仙姬。当萌芽瑶仙被奴主呵护成长后，会主动满足奴主的一切需求。昨天的魔潮竟如此恐怖。已经没事了，待在我这里会很安全。妈的，臭姐啊！林少！洗完脸就继续在床上待着。好。林少，你真活着！你昨晚这是？那群该死的蠕虫，连老子的衣服都啃！都怪那墙砌得太差，虫群啃几下就没了。不过说起来也奇怪，昨晚虫群都堵到床头了，可他们忽然像没看见我们。也不知道小赤虎是不是偷偷进过老子家里。我的家产就只剩7枚灵石了，除开这1年的吃喝，也就只能剩5枚。一定是这样，他看我家那仙奴的眼神不对，难怪他砌墙总有气无力。在修仙的末法世界里，竟然也能有牛？等等，应该不太可能。他伺候别人，奴灵印会生效。哎，不是，老子过来是跟你商量怎么搞灵石的。所以你有办法？没有，实在不行，咱们去北郊修城墙。你这体格，我估计扛不住连日的修缮活。可不是嘛，我可不想栽在修城墙这事儿上，我那仙奴都还没用够。对了，死！你有办法了？咱们邻居不是死了吗？可以去他们家看看啊。林少，走。你自己去就行了。我还有点剩余，那我可一个人独享了。林少，你可别怪我吃独食。去吧去吧。加上这块快满的晶石，云清河一天大概能生成5块灵石，这个速度比母鸡下蛋还快。不愧是主人，一天竟能得到这么多灵石。有了稳定灵石来源，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能过得不错。也该给家里添些东西了，还要留些灵石，继续筛选新的仙奴。明天记得叫我早起，我得去市集买些东西回来。好的，主人。我认可他，可我仍难接受和异性同床。我没有反抗，因为这是仙奴最基本的工作。对了，
差点把你忘。刚把你买回来，你也需要一些东西。行了，先睡觉吧。果然，善良的奴主也会温暖人吗？忠诚度+5，现在为40%，这就有些奇怪了。他明明已经服从我。主人，是不是扫帚倒在床上了？忠诚度-5，没错，的确是扫帚倒下来了。他还没真正顺从。主人，起床了。他应该又看见了昨晚的睡姿。庆幸的是，那5点又加回来了。保护动作有忠诚度加成，现在是放40，今天应该能产6枚灵石。我出门了，你就在家坐在床上。是，主人。火灵根仙子，要不要看看？土灵根能干活。这里的老板怎么没开门？魔潮那天晚他就走了，抱着10几枚灵石上了临仙山，说是要干票大的，也不知道还回不回得来。不好玩！你的狗连叫都不会叫，让它汪汪叫！蠢货，少爷要听狗叫，没听到吗？可是主人，你什么你？赶紧叫！我，哼，这才像话。你小子怎么来这里了？来买砖的。你买砖？我昨天才要他交3块灵石，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他竟然还有闲钱买砖？还是不好玩！哎呦，我的小少爷，你可当点心。少爷，仙奴培育手册提示，灵根进度79%，已满足培育条件。我要他！我要他给我当狗，给我学狗叫，让他来！快点！你小子，说，是不是你搞的鬼？石砖的确是因为我才消失，或者说只有我能看见他们。放到门口左边就行，放在阵眼中间就无法被察觉。这是我昨晚完成闭魔阵后发现的。赤虎大人，你可别冤枉好人。从马车停下到现在，我可是连家门都没进过。这倒也是。你小子想死？想死的好像是你吧？私吞雪冰大人的石砖，还想把城主大人的安城税装进口袋，这不是想死还是什么？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私吞石砖肯定只是栽赃，只要给我时间拿出证据，雪碧尸妖也不会乱罚我。但私吞安城税，我是真干了，真让城主知道，后果就……原来赤虎大人不明白吗？看来我下午得去一趟城主府。慢着，你到底想怎样？开个条件，咱们一笔勾销。我今天买这么一大箱石砖，显然是想扩修一下家里，但我家就我和一个仙奴，人手显然不够。如果赤虎大人能够搞到一个即将成为仙奴的仙子，我可以当今天只买了1箱石砖，至于消失的半箱，也用不了这么多。这家伙根本就是趁火打劫！现在仙奴市场价有多贵，可偏偏我不能不答应，但不能闹出人命，否则城主一定会盘问我。好，我立马从市集给你找2个仙奴。不用了，我看雪鬓大人府上的那位紫衣仙子就不错。紫衣仙子，城主大人送给雪鬓少爷的满月礼。没错。好，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对权贵来说，仙奴最不值钱，少一个再买一个就是。富人不会在意仙奴死活，我想想办法，最迟今晚给你带过来。但是小子，如果安城税的事传到城主府，赤虎大人，您是在威胁我吗？写完货我就回去办，剩下的石砖放在门口就行。快点，写完走。主人，有话就说。刚才有些仙子送来石砖，可放在那边后，为什么突然消失了？这是闭魔阵。闭魔阵，闭魔阵与附灵阵同属低等级构阵，主人居然也会，而且只用这么小的地方就完整构造出来。主人的构阵技术远超我的想象。你就看着我搬砖。对不起，主人。把石砖藏起来，主要是想讹赤虎一笔。有了我，主人还缺灵石吗？今天半日，我
我已经生产了3枚灵石。讹的不是灵石，是仙奴。主人，您还需要更多仙奴。他之前明明看不起仙奴身份，现在却是这种反应。努灵印没反应，他没有加害我的心思。主人，如果可以的话，请拜托让我师姐也成为您的仙奴，她能做到的。或者说，对您的价值一定比我更多。穆听兰，初始忠诚度150，头衔血战仙师，又是辅助系。技能虽然强烈，但和云清河的功能多少有些重合。我现在更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直接战斗力。解锁新构阵，仙灵之泉，摄入灵气的汤泉，奴主与仙奴共同浸泡后生效，并完全听从指挥，完美。实力恢复1小时，这就是我急需的顶级战力。仙奴穆听兰，见过主人。和云清河完全不同。我叫林恒，起来吧，往后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城主府那段日子，我见过底层仙奴最悲惨的命运。在权贵眼中，仙奴只是昂贵的工具和牲畜，到了夜里，他们更像消耗品。得知自己被卖给贫民窟普通人，我反而看到了活下去的曙光。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绝对顺从才能换来一丝生存空间。这就睡着了。主人，请问饮水的地方在何处？隔壁厨房，自己去吧。主人，请喝水。往后不用这么拘束，渴了自己打水喝，我没那么多规矩。谢主人恩赐。喝口水也能长忠诚地。主人，您和您夫人就这一张床吗？我没夫人，她和你一样，也是我的仙奴。至于床，过几天会添置。仙奴竟然能被允许睡在床上，而且还是主人家唯一的床。难怪他初始忠诚度高的离谱。不仅他睡，今晚你也睡这儿。家里地方小，我也得睡上面。不过放心，大被同眠，各自相安便是。还要和主人睡在一起？仙奴侍寝是常态，可平等的睡在床上，简直是天方夜谭。又长了。在我这儿虽然要干活，但平常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主人，您真是最仁慈的主人，听来一切都听凭主人安排。这也长。主人，现在是睡觉吗？早点睡，明天开始还要变新构阵，有的忙。师姐，真的是你，清河，你竟然也是主人的仙奴，太好了，师姐！昨天我还求着主人收留你，没想到主人动作这么快。主人，您醒了，谢谢你，主人。没想到你真的把我师姐救回来了。师姐妹相认，倒让两个忠诚度都涨了不少。既然是同门师妹，以后干活也方便。听了，你去屋后挖一个土坑，面积半个厨房大，深度到我腰部即可。这是搭建仙灵之泉的底子。好的，主人，听我这就去。主人，那我去帮师姐。你老实待床上，运转功法凝练灵石。好的，主人。林少，林少，等会儿。夏少，这2天怎么总看不见你人影？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嘿，什么味儿？男人味儿！不瞒你说，哥们儿这2天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股气息我太熟悉了，这是云清河凝练灵石时才会有的纯净灵气，新鲜断口，这不是普通草药。灵草现世，往往意味着附近有灵脉或者地下遗迹。你刚才说下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灵草，在如今这样的世道，我不觉得夏风会好心到无缘无故与自己分享灵草。毕竟无论对谁来说，大量灵草都称得上价值连城的宝藏。可夏风不仅把灵草的位置告诉我，还主动送了我一株。偏偏这家伙自己也只是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算了，林少，我也不瞒你了，我从老张祖坟下面挖出了一条地道，里面确实有很多灵草。不过我好像还听见了魔物的吼声。林少，要不咱们想个办法，悄悄把那些灵草运出来，只要成功，我们可就发财了。你觉得我们瞒过魔物，把灵草带出来的可能有多大？这个，如果被魔物发现，我们活着回来的可能又有多大？没有可能。妈的，老子可不能这么死了！幸好我之前带了2株灵草出来，明天拿去市集问问价，也不算白跑一趟。走了啊，林少，给你的那株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不得不说，这位邻居虽然满嘴荤话，又贪财怕死，但确实将我当成了朋友，否则也不会把如此昂贵的灵草送给我。以后真把灵草运出来，多少也该分他一点。现在的我当然不敢贸然进入一条可能藏着魔物的地道，可如果身边多了一个元婴后期和一个化神中期的仙子，情况便完全不同了。坑挖的怎么样了？已经挖好了，主人。你们都跟我过来。符合仙灵之泉的构阵条件，是否进行构阵？拿些石砖过来。是，主人。师妹，主人这是在构阵？主人是一位很厉害的构阵师，前些天的魔潮就是主人用附灵阵和避魔阵化解的。构阵师，可如今灵气枯竭，附灵阵也只能聚拢周围残余的灵气。主人的附灵阵不一样，它能够依靠我的木灵根凝聚灵气，床下那些灵石便是这样产生的。凭空产生灵气，如今正值灵气枯竭的魔力纪年，即便是城主府与血病尸妖这样的权贵，也无法稳定获得灵气。可林恒却能住在贫民窟中，用阵法凝聚灵石。更让我震惊的是，这座阵法竟被压缩在如此狭小的房间内。构在附灵阵时，只用了一张床的位置。构阵师分为初级、高级与大师，即便是我们原本所在的玉灵宗，也只能请动一位中级构阵师，能够将构阵范围缩小到如此程度。林恒的构阵造诣，恐怕早已超过普通构阵师。仙灵之泉，我曾跟随宗主前往上古宗门，有幸远远见过一次。那是只有宗门核心弟子才能享用的修炼之地，不仅可以滋养经脉，还能迅速治愈伤势。运灵宗倾尽资源，也没能请来一位有能力构建仙灵之泉的构阵师。而现在，这样的仙泉却出现在了贫民窟的一间小屋里。听了，你先出去休息。好的，主人。主人，那我……你下来，一起洗。可孤男寡女共处一池，这番话实在让我无法不多想。你肩上的伤拖得太久，仙灵之泉能帮你恢复。明明是他自己撞过来的，怎么还扣我的忠诚度？这忠诚度的变化未免也太过真实。对不起，主人。这泉水竟有如此效果？这是仙灵之泉。仙灵之泉，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却听说过仙灵之泉的神奇功效。无论用于修炼还是疗伤，都称得上难得的至宝。原来林恒让我下来，真的是为了替我疗伤。忠诚度+2，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云清河的忠诚度应该就能恢复到0。主人，这泉水里是不是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刚修好的泉池，可能还有石块没有清理干净。去把你师姐叫来，再带2枚灵石。好的，主人。仅仅让云清河浸泡一次，一整块灵石便已经消耗殆尽。仙灵之泉效果惊人。消耗果然也不小。下来吧。是，主人。主人，清河曾说，您是一位愿意给予仙奴尊严的奴主。原本听兰心中还有几分疑虑，如今却已经深信不疑。虽然我大半天都在挖坑，可林恒从未像其他奴主那样呵斥我。渴了便可以喝水，饿了也能吃饭，就连累了都可以稍作休息。这种待遇，在城主府与血病尸妖那里，我从未见过。奇怪的就像林恒从未将我当成奴隶，而是将我当成一个正常的人。更何况，林恒还让我享用了从前在仙界都未曾拥有过的仙灵之泉。清河年纪尚小，有些事情难免不懂。主人若是不嫌弃，便让听兰替您沐浴吧。差距啊！这就是忠诚度为负数与忠诚度180的区别。主人，这样的力道可还合适？不错，主人喜欢便好。只要云清河与穆听瑶完成浸泡，我便可以借助仙奴手册，暂时操控2人的力量，让他们发挥出魔潮降临之前的实力。一个元婴后期，一个化神中期，有他们在身旁，那条藏着灵草的地道便不再是毫无胜算的险地。等你们恢复之后，也该去下面探索探索了。主人，听来明白您的意思。我知道他想歪了。我是说下风发现的地道里面有大量灵草，也可能藏着魔物。等你和清河恢复些力量，我们便下去看看。原来主人说的是这个下面。否则呢？听兰自然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主人若还有别的吩咐，听兰也会好好听话。先把地道的事情解决了再说。那便依主人所言。等云清河与穆听河恢复战力，我们便前往老张祖坟下的地道。那里究竟埋着藏着价连城的灵草，还是蛰伏着某种可怕的魔物？很快便会有答案。
我操！主人，是不是听灵刚才力度太大了？你这是干什么？虽说高中程度的仙奴会很主动，但这会不会也太主动了一点？不是主人，您说要去下面探索。我说的是隔壁邻居家的祖坟下面。哦，我刚才的反应只是不想等会儿在下地道的时候会腿软的站都站不稳。先泡着感受一下，这泉水能让你们枯竭的灵根恢复一些。是吗？这仙灵之泉的灵气似乎真有一股灌注于我灵根的力量，很微弱，但灵根却被滋润得很舒服。好了，起来吧。清河，进来。主人，师姐，显然师姐身上还残留着的水渍，说明他们刚才也一起在仙灵之泉共浴了。不过为什么师姐好像很是从容？来，你们尝试着朝着那边使用仙术。仙术？主人，我和师姐的灵根都已经枯竭了，如何使用仙术？可以的，师妹。主人的仙灵之泉和我们以往听说的仙灵之泉不太一样，方才我仔细感受了片刻，我的灵根的确有重新复苏的迹象。真的？先试试。好，我先来。厉害啊！我也来试试。厉害呀，林少！看你瘦的都有些弱不禁风，没想到晚上的战斗力这么强。哎，对了，这个点老子也该战斗了。贱人，过来！感觉怎么样？的确恢复了些许，但仙术的威力无法和之前相提并论，甚至差得很多。目前只能恢复到这种地步。而且，好像这股灵气催动的仙术，我没办法真正做到随心所欲的掌控。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是我在驾驭。是主人。对了，这仙灵之泉本来就是我的构镇，那么现在所恢复的些许能力，自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奴主。感谢主人。原来我们的奴主不仅能赐予我们平等和自由，甚至还能恢复仙力。行了，现在也该过去看看了。魔界无虫，好恶心。这间屋子里充满了尸臭和血腥，不过听兰的表情却很平静。这样的场面，她见过很多。应该就是这里了。坑洞很窄，只能最多容纳2个人，而像夏风那样的体型，恐怕他1个人都会有些勉强。主人，我走前边开路，清河你待在主人身边。好，主人，清河会保护你。走吧。主人，请等等。怎么？主人，我建议返回。这里边的深处，恐怕有强大的魔物存在。你感觉到了？之前夏风就说过，他在这里听过魔物的嚎叫。虽说我和清河恢复了不少实力，但这样的魔物，恐怕我们现在……那我们回去。下面或许有宝藏，但不值得拿命去换。灵气再多，也只是多换些灵石。现在的我恰好不缺灵石。是不是该把床再扩些？什么情况？坏了，竟忘了看日子。哟，林少，昨晚折腾那么狠，还起得来？别吵醒了。那边怎么回事？过年了？差不多。今天是临仙城建成50周年庆典，全城的人和妖几乎都去凑热闹了。狗日的！就因为这破庆典，我拿灵草换了整袋灵石，市集里却连个像样的仙奴都没了。关仙奴什么事？搞活动啊！庆典有仙奴表演，拿到名次还能领仙奴，高品质的，早被城主府和雪碧石要抓光了。听说还有个上古宗门的尖货，专门从国都送来。林少，
我刚路过时听说，这庆典要办整整7天。知道为什么？刚经历魔潮，经济和民心都出了问题，不办庆典，再抛些重赏，那群贵族官吏怕真闹出暴动。看，那狗日的城主出来了！现在让大家看看我们临仙城的仙奴队列，走！这些仙奴痛得不对劲，却一个都没出声，爬着载人早就成了常态。真正奇怪的是他们现在的反应。这些仙奴的表情是不是不太对？当然不对，这些小杂种还没到缔结奴灵印的年纪。下面这些仙奴是没经原主允许被强抓来的。这些骑在背上的并不是他们的主人，未经原主允许，奴灵印不许他们服侍别人。他们每爬一步，印记在惩罚，可这痛苦换来的只有喝彩。狗日的，这表情真爽！看见左边那个仙奴没？那是我邻居的。天天晚上和我那邻居搞出动静，妈的，今天非整死他！总之，咱们该干嘛干嘛。这些活动是给城里人看的，奖赏也早内定了。我们贫民窟的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师妹，主人回来了。你去把仙灵之泉那边打扫一下。是。对不起，主人，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庆幸自己没有落入他们手中。只要你们做好我交代的事情，我会保护你们。真的吗，主人？前提是好好完成我给你们的工作。我知道了，清河的工作就是为主人下更多的灵石。他也太有觉悟了。不过我需要的仙奴，就是这种有觉悟的仙子。有事？没事，主人，只是想学一学主人的厨艺，总不能每天都让主人准备饭菜。那行，回头我给你写一份菜谱，晚上你来试试。好的，主人。切菜这样的工作，其实我原本就会。那你来。云清河明明还是一脸满足，忠诚度却没再往上升，反而是穆天河不声不响地加了一点忠诚度。他很明显属于那种奴主给什么他就顺从地接受什么，有好吃的他也会高兴，没有好吃的也不会抱怨。云清河则有点典型的吃货属性，大概是期待的事情，一旦变成习惯，内心得到满足的阈值也会提高，这是人之常情。我操！仙子不用仙术打架，就是刺激啊！踏马都开始扯头发了。主人，那是临仙城庆典，每年都会举办的主要活动。活动？之前夏风也提过，建成庆典里的确会举办许多活动。师妹，看他们的欢呼就知道了。不管哪边的仙奴倒地，他们都会欢呼。有人只是想看书，也有人只想看仙奴痛苦。供人宣泄亢奋，供人取乐，就是仙奴存在的意义。老板，你家旁边这个小坡不太好扩修啊，要不您来看看？主人，我去好了。以前在宗门，我对一些建工常识还是有所了解的。哦呦，这是谁？我不会看错了吧？听兰仙子，运灵宗一别，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谁他妈的口音跟太监似的？师姐，我去看看。滚！哟，都成仙奴了，还有脾气，
你奴主可是来喽！在如今的世上，仙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苦工。哼，毕竟请苦工干活，那可是需要花钱的。对不起，主人。这个人，我有点印象。苦工刚送来时，商人说他是工头，脑子灵，办事稳，可以放心交给他。可现在看来，这个工头也不怎么让人放心。你们认识？以前在仙界，他是运灵宗长老之子。从前，他向我示爱过，我拒绝了他，他便一直耿耿于怀。哦，仙古时代的恩怨，还带到了魔力。因为我知道，最先示爱的并非我。那是谁？清河。这仙界往事是真牛，不是内容有多离奇，是他追过的2个人，竟全成了我的仙奴。当然，清河也拒绝了，他向来不近情爱。妈的，你逼逼叨个啥？老板，你家的仙奴对我们很不友好，已经耽误进度了。建议您好好调教他，他根本摆不清位置。我们可是您花灵石请来的。你说的不错，我的确花了灵石请你们来干活，可你现在并没有干活，要我去你老板那里亲自说一声。妈的，穆听兰，你给我等着！谢谢你，主人。仙奴穆听兰，中正度+5，目前为187。认真工作吧。对了，今天找时间，让他们把床也扩一下。好的，主人。这里地势复杂，我需要一些纸张。你去屋里取就行。好，师姐，刚才外边是楚子河。他以前楚子河就疯狂追求过我们姐妹，如今我们成了仙奴，正好让他趁人之危。现在没关系了，主人已经教训过他了。主人教训了楚子河吗？主人见我被他欺负，所以我先去工作了。仙奴云清河，忠诚度+10，现在为3。金狼仙子，可自动为奴主的晶石补充灵气，每日可补充10点，携战仙续效果额外增加5点，忠诚度累计提升，已经满50点。萌芽瑶仙头衔升级为玄玉仙姬，仙奴头衔玄玉仙姬。曾经不懂情欲的仙子，历经情感之后，不仅学会享受，甚至会主动索取。头衔天赋，每日可发动1次，奴主可为仙奴，短暂设定6欲之一。正了，云清河的忠诚度终于转正，能让他走到今天，确实有些成就感。多谢。好了，继续吧。总算不用整日像只下蛋的母鸡似的卧在床上了，忙起来也好，省得总想起方才吻他手背的事，心慌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的觉悟终究是比不上听兰。没事，主人护着我们，这点活算不得什么。只要主人想要，我什么都愿意给他，这是仙奴对奴主该尽的本分。明日再来。这帮人真是不会享受，有仙子当女盆放着不用，放着衣服，偏要搞这些折磨人的名堂。靠折磨人找快感的，永远只能在底层挣扎。真正的统治者，该懂的是享受。林少，别站在这儿了，快回去躲一躲。我躲什么？你招惹了雪鬓大人，你都不知道？你还没反应过来？不对，躲家里估计也不顶用，要不你去老张祖坟里避避风头。等等，你说的是雪鬓尸妖？对啊，我什么时候招惹他了？人给你了，别声张。看你这反应，难道不是你？可我明明听见那人跟小赤虎说要找贫民窟的人啊！当时我就在旁边，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林少，话我带到了，你好自为之吧。小子，等会儿雪鬓少爷就到，要是真像你说的有能让少爷满意的仙子，你就算立了大功，说不定还能赏你几块灵石。嘿嘿，真要有赏赐，那也是我跟着赤虎大人您才发现的好货，灵石自然少不了您的一份。哟，你这工头倒是挺机灵，从前在仙界混得不错吧？
还行还行。哎呦呦，哟，你小子没躲起来啊？看来是还没收到消息。你脸不疼了？小子，我可是跟赤虎大人一起来的，我们是受雪碧大人之托，过来给你带个话。他说什么？说什么？哎，这不是听瑶仙子吗？主人，出来干什么？我怕他叨扰到主人。哎呦，听兰仙子，你怎么还一口一个主人人叫？我也不怕告诉你，他马上就不是你的主人了。哦，雪鬓大人让我过来，就是把你抓回去，给雪鬓少爷当仙奴。听兰仙子，雪鬓大人的公子可是看上你了，等你成了雪鬓少爷的仙奴，可别忘了好好谢谢我。雪碧是妖，他惯会折辱仙奴，逼仙子供他成疾，甚至把仙子的身体当成玩具。是吗？哈哈，你还不信？赤虎大人，这家伙不见棺材不掉泪，咱们现在就把这仙奴绑去雪鬓少爷那儿。我绑你大爷！蠢货，你他妈是想害死老子？不是啊，赤虎大人，这仙奴绝对是极品，他以前在仙界，那也是你妈！所谓六欲，分别是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和意欲。见欲对应双耳，听欲对应鼻息、香欲，味欲对应舌感，触欲对应身体，意欲对应心灵。我原以为意欲能够驱散他在雪变尸妖府中的阴影，让他重新看见未来。这个目的的确实现了，但我没有想到，他所追求的未来中，也包括了我。抱歉，主人，我去清洗一下衣服。仙奴木听兰中正度增加40，当前中正度227，累计提高仙奴木听兰中正度50，解锁新仙奴头衔怨红仙娘。怨河仙娘，她被誉为仙界的耕耘之母，经其浇灌可滋生万物，为奴主解锁特殊构阵仙农灵田，可种植灵草的等级将随仙奴忠诚度提升。当前解锁等级终极灵草。在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能够自由种植灵草，意味着什么？起死回生，或许都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作用。若依靠仙农构阵培养灵草，甚至能让所有仙奴恢复曾经的实力。根河仙娘虽然仍是辅助头衔，却带来了无限可能。明天该计划耕田的事情了。今晚最正确的决定，大概就是提前把床扩修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应，竟然让他的忠诚度一次提高40点。若进一步激发他的天性，不对，清河这边的天性还没有完全显现。主人，清河已经睡了吗？应该睡了。主人，方才是听灵失离了。我只是想到主人对我的好，意欲幻象里才会想与主人更亲近。亲近的念头。如果那个人是主人，听灵并不抗拒，而且这不是奴灵印带来的影响。我知道了，他并不是抗拒幻想，而是沉醉其中。倘若愿望真正实现，忠诚度或许还会大幅提高。主人之前说过，仙奴也能得到平等，那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至少在这里，我不会把你们当做供人取乐的东西。如果是平等的话，主人为什么从未向听瑶提起过更亲近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起？那当然要问仙奴手册的忠诚度。我有自己的节奏，节奏恰到好处，自然会提及。比如现在，时机就比以前合适。可惜听兰现在已经不是仙子，体力大不如来，恐怕无法一直配合主人。那就先好好休息。正好明天还需要你的体力。明天也在主人的节奏之中吗？不，明天的安排是耕地。今天怎么感觉不一样？主人竟然在师姐怀里。
明明是我先来的。这几个意思。如果说他有什么心怀不轨的目的，奴灵印是必然会生效的。既然没有生效，他怎么就突然殷勤起来了？难道昨天那一幕帮助了云玉仙医的本性成长？这么说来的话，那就有可能了。这个构阵和之前的构阵不太一样，比如附灵阵、闭魔阵之类的阵法，自然是越小越好，不占空间。但仙农灵田的大小，可是决定了以后种植灵草的数量。诶，林少，你又这么早？昨晚中奖了？中了。你现在这样子，确定是中奖？林少，你说，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了，昨天的奖品是想用官吏们的仙奴。那他这思考的模样，倒也的确像是中奖后的反应。这位成天无所事事的邻居，如果知道如何耕种，也不至于去邻居老张那边刨祖坟了。主人，我操，林少，你什么时候搞到这样的仙奴了？主人，这是饭后的清水。清河，你先回去，别忘记自己的工作。哦。夏少，我这里还有点事情，就先不留你了。行吧。难怪你那天晚上战斗力这么猛啊！主人，那今天耕地的工作在哪边进行？院子里的这些泥土都不太合适。等会儿我先去市集逛逛。不合适。主人是要种什么？说不定我知道哪里有灵草。灵草？少爷您看，就是他。怎么回事？我府中真有一个仙子逃跑，还成为了别人的仙奴。雪斌大人，这事情我不知道啊。蠢货！今日我外出经商，如果不是你在府中的日子丢的，难道还是我回来以后才丢的不成？不敢，大人不敢，那肯定是我丢的，是我弄丢的，我可能是晃神了，没看见。算了，府上那么多还没缔结奴灵印的仙子，逃走了一个你没看见，也算正常。而且我听说最近你还替我做成了一笔单子。是的，大人，单子的事情是小的应该做的，没想到林恒买石砖的事情，竟在这时候救了我一命。区一个仙子，跑了就跑了。儿啊，舅舅不是还送了你2个仙子吗？等你的奴灵印缔结成熟，父亲再给你补一个。不要，我不要，我就要那个紫衣仙子，我要他给我学狗叫，当狗。那仙奴究竟哪里特殊，你就非要他不可？就是啊，少爷，咱府上这么多仙奴，也不缺这一个。你给我住嘴！就是你弄丢的，我没杀你就已经不错了。行了，你少说2句。雪碧石妖是临仙城有名商人，更与城主有亲眷关系，赤虎能替他赚钱。父亲，我现在又正是他安抚民心的时候。那颗痣跟我小时候养死的那条狗很像。要不父亲去找一个眼角同样有痣的仙子？不要，我说了就要他。可他已经和别人缔结了奴灵印。那我也要。这样，赤虎带些人把那仙奴抢回来。昨天城主大人在庆典开始时还警告过我们，魔潮之后容易引起民心动荡，最近要安抚人心，不宜动粗。蠢货！你若大白天去抢，当然会引起动荡。可万一他叫喊，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是切记，事情要做干净。除了我儿子高兴的笑声声外，我不希望再听见别的声音。雪冰大人，小的明白。儿子，父亲已经交代好了，晚上就把你喜欢的仙奴带回来，白天就不要闹了，好不好？可是我还是不高兴，让他的仙奴过来。他落到小尸兽手上会是什么下场，我当然清楚。可买他，花了我大半年油水钱。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仙奴叫！我这就让他过来。见过雪冰大人，又是他。雪冰窝外出这些天，赤虎没少带我来服侍小尸妖。他扯我的头发，掐我的肉，是真的会掐下来。趴下！
你好像还不情愿。大人，拖下去吧，给他绑上巨石，然后丢进护长河里。听林，你先来吧。主人，我先来可以吗？清河今天似乎总在和听林较劲，先后顺序也影响忠诚度，我真蠢。谁规定不能一起泡？灵石消耗没变，时间却能省一半。以后会有更多仙奴，上百个，真要挨个泡，我就别做事了。唉，别争了，一起泡。一起？是，主人，是。舒服了。找了一天，还是没找到灵天用途。其实那土并不稀罕，普通泥土也能种灵草，可市池里根本没人卖。庆典一开，商贩全去凑热闹，我也顺路看了两眼。先是仙奴斗蛐蛐，另一边是爬行赛，主人也必须下场。纸笔快，他们还嫌不够。开始！快！他们忍着奴役，还得往前爬。再退，快点！再退一次！我也要咬一个！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痛快。到终点的也没有半点喜悦。或许这就是这个世界，谁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只能贪图眼前。仙奴成了耗材，无人怜悯。我和他们不同，我看长期价值。手册能帮我避开魔潮，他们也能创造价值，所以我护他们。换成老板，早把那蠢货踹出去了。他们都值得长期培养，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我不同。等等，听兰涨了40点，清仙也涨得更快。关键不在做了什么，而在平等和自由。明天起，我给你们定个规矩。听老，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仙界，除了修行，就是看看书。那行，明天起你只管打扫和做饭，做完后时间归你。比如看书，书的话列个清单，我去市集买。啊！中庭率加10。237，果然。清河，你闲时做什么？我吗？就是修行，没有别的。怎么还有个卷王？主人，是这样的，师妹平日最喜欢练剑。我喜欢练剑。那就好办，每天在床上待够6个时辰，其余时间归你，练剑修行都行。剑，我明日给你买。能练剑？看来他还没明白，在我这里，仙奴也有自由，也有自己的生活。感谢主人。今晚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动手！血冰尸妖虽让我万不得已才动手，可他握着我太多把柄，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次解决。只要林恒死了，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仙法本就最制止妖魔，魔潮之前，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修仙之人，妖人不过是仆从。这是仙术。对了，赤虎大人，你刚才说带着什么任务来？天子饶命！不对，少爷饶命！少爷饶命！赤虎能从最底层爬到管理者，靠的就是审时度势。可眼下已经不是反应快不快的问题，这些人可都是血并尸妖府的精锐，从生到死也只是一念。离合少爷，咱们可是老交情了，你快帮我向2位仙子求求情，我也是有苦衷的，绝不会平白做这种事。看这阵仗，赤虎自己可调不动这么多人，血并尸妖让你来的？是他，都是那血并尸妖的小杂种，他非说。他说什么了？这个笑容比动怒还危险。他说要把这位仙子带回，让他成为他的仙奴，还说让他做他的小情人。我操！仙子饶命！饶命啊！我看谁还敢这样对我师姐！我虽处处与师姐较劲，
却从未失去敬重。我只是要强，不愿在主人面前比师姐做得差。别杀他，留着有用。指令虽由我下达的，他仍怕清河一时打偏。烈恒少爷饶命！求求你别杀我，我只是奉命办事，实在是不得已。刚才那一幕也说明，两位仙子都听烈恒的。放了你，也不是不行。啊！多谢少爷，少爷大恩大德，我永世。差不多得了。不过，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这地板我修，我明天就带人来修。那这些人，我马上处理，全扔进护城河。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没有，绝不会有下次。见鬼，两个会仙术的仙子，哪还敢有下次？我走后绝不回雪碧石妖府，我连离仙城都不回了。一边是雪碧石妖，一边是两位仙子，想活命只能连夜逃走。不，老朋友，你可不能走。天黑路远，你现在出去，很可能会在路上遭遇不测，是吧，清河？是。清河显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什么天黑路远，分明是想在路上做掉我，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威胁。那，林恒少爷，需要我做些什么？就这么放他走了吗，主人？他分明就是表面奉承，依我看，就该杀了他。师妹，放他走的原因很简单，真正想要动手的人不是他，杀了他也没用。他死了，你猜猜，之后还会不会有人来？以雪碧尸妖袒护他儿子的性格，肯定会继续派人。那如果赤虎回去后，将今晚的事情如实告诉他们，他们只是借仙灵之权，短暂恢复了些力量。下一次，他们未必还能碰巧拥有这样的力量。现在的构阵能力和仙弩手册还不足正面对上雪变尸妖，不过今晚的仙术至少能镇住他一段时间。真正头疼的还是埋土的问题。对了，我让赤虎把剑留下了，正好也省得再去市集上买了。谢谢主人。好了，差不多也该休息了。主人，能否劳烦你一件事情？今晚能不能朝向这边睡？怎么？我了解师妹，她今天学着我服侍主人，应该是想得到主人的青睐。是吗？那你让主人见笑了。昨天只是听来实在克制不住。我其实想问的是，他会不会因此掉忠诚度？不过他会主动提起，想必应该不会。无论师姐对他的了解，还是那淫欲仙姬的天性，都说得通。今日主人为何没有再面朝师姐那边了？难道是因为今日学得不错，让主人觉得满意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师姐的话，会怎么做？他这是几个意思？主人，你怎么醒了？你不必如此，我并无此意。主人，其实之前在宗门里，我和师姐在私底下有过比较。清河的实力不会比师姐差太多。他最好说的是实力。大人，那些人里有2位仙子，他们都会施展仙术。什么？你是说会施展仙术的仙子？这伤是我故意弄的，不这样我没法交代。可我没想到，绝不能露出破绽。千真万确啊，雪斌大人，咱们府中的那些精锐全都完了。我也是侥幸逃回，差点断了一只手。怎么可能？现在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人能用仙术？大舅子，曹河大人，您有何见解？现如今的世上，的确有可能再次出现仙术。怎么可能？如今连灵气都消失了，怎么可能成仙？施展仙术不一定要成仙，也不必拥有修仙者的实力。国都已经找到办法，不过那贫民窟的小子不可能掌握这种技术，多半是歪门邪道。那需不需要我再派人过去，把他抓来问问？
如果他身边真有2位会仙术的仙子，你觉得你的人抓得到他？不仅抓不到，甚至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是我糊涂了，我儿子的仙奴是小，可如果真的出现仙子，我送给小侄的仙奴不能白丢。这几天先准备准备，城门上的钟声也该响起来了。敲钟？可上次魔潮才过去没几天，这次庆典国都来了一位总治司长老。总治司辅佐国君管理政朝，天书国有5位长老主事。魔潮刚过，他奉命来查看民情。不要紧，他这些天只顾着研究石砖。真以为上边的人会帮忙，不过走个形式。只要让他看到林仙城能够御警魔潮，他自然会放心。到时候也该走了。我明白了，记住，敲钟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所谓御警，不过是骗城民的把戏。真正的月潮，我们从未御警成功。敲钟后的魔潮是人为招来的。这2天盯紧他，有异样再报。是。听兰，来搭把手。埋土耕地，这怎么汇报？清晨那个仙奴会舞剑，傍晚还会再练一次。接连2天，府里没有再来找麻烦。师姐，赤虎现在看见我们就绕路。主人，恐怕不只是忌惮。他们在监视我们，要做准备吗？师姐，仙灵之泉呢？真有麻烦就去泡泉，带上主人一起。浸泡需要时间。今天地都翻完了。都翻完了，普通作物可以种了。可主人要种的是灵草，种子又从哪里来？请问少爷在家吗？等等，这个声音有些耳熟。请问少爷在家吗？少爷，你认识他？主人，我就是从他手里买来的。极品，还会仙术。你怎么来了？少爷，前些日子不是刚来过一次魔潮吗？我带了10几块灵石，用里面的灵气护身。我想进魔潮里看看，能不能捡点漏。结果我一不小心脚下踩空了，直接掉进了一个洞里。不好意思，我对您在魔潮里的冒险并不感兴趣。但后面的事儿，少爷一定会感兴趣。我在地洞里看见了一个红发仙子，背景虽然不清楚，但绝对是极品。您还有异发皮？不，这不是最主要的。当时有几只蠕虫钻进了他那边的洞里，你猜怎么着？少爷，您听我说，那仙子竟然使用了仙术。仙术？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能让仙子恢复实力？少爷莫慌，对您这样的少爷来说，仙子送上门自然就是仙奴。可对我们这种一手供货商，这样的事情并不算稀奇。这种事情很常见。当然，当初那场魔潮毁掉了整个仙界，世界里的灵气也因此枯竭了。但总有一些手段可以把灵气保存下来，就和灵石里的灵气一样。所以你的意思是，出身仙界上古宗门的仙子，多少都会留下些宗门秘法护身。洞里的仙子多半就是靠秘法撑过了魔潮。想把他抓起来并不难，只要等到下一次魔潮，我再想办法把魔物引进洞里，等他把秘法彻底耗尽，到时候我就能把他带出来。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手段。做生意嘛，脑子得灵光。说吧，你来告诉我这个消息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想问少爷能为他开多少价。你想要多少？40灵石。贵了吧？当初买下云清河也不过10枚灵石。少爷，主要是这件事的成本真不低呀。我们这种小妖想在魔潮中保命，就要耗掉不少灵石，还要冒险把魔物引过去，这风险也不小。这样吧，20灵石，你先把人带来。不管是什么仙奴，这20灵石你都能拿到。如果是我需要的，我给你50。这当真？我现在不缺灵石，只怕它不符合仙奴手册的要求。身上带着秘法的仙子肯定都有大背景，这方面我有经验，少爷放心。我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就去那边看看情况。等等，少爷还有什么需要？这2天市集没多少人营业，你熟悉市集，帮我找消些东西。少爷要买什么？一些种子。农作物那好说，我认识几个专门卖种子的老熟人。我操，这些全是灵草种子，可这世上已经没有灵气了，就算找到也根本种不活啊！没关系，给我找来就行，灵石不是问题。我从小就喜欢拿这些种子嗑瓜子。曹河大人，快走，城墙要塌了！少爷，我已经尽量收集了，这玩意儿不好卖，大家也没多少，并且杂乱的连种类都没有分。多少钱？不用不用，咱们都是做长久生意的，以后少爷多照顾照顾我的鲜生意就行了。我不喜欢欠人人情。这够了够了，今天就准备去为少爷您那50枚灵石干票大的。祝你成功。回见了，少爷。穆听了，就种院子里吗？不要超出那些石砖就行。主人，这又是构阵。简单来说，就是复活这些蛹种子。干活吧。哪怕是现在，云清河也得在床上下1天，才下得出来这么些灵石。林少，快回家！妈的，今晚又有魔潮了！主人，今天又有魔潮了，但我觉得有些诡异。怎么？一般来说，魔潮都是1月1次，哪怕出现意外，也只会在每个月中多出现1次，但间隔时间都不长。可是这一次，距离上次魔潮根本就没有几天。先回家。主人，魔潮要来了，先去仙灵之泉。好。别出声！曹河大人，魔物又被召来了，城里的经济恐怕……我都给了你连城市的生意，你自不必担心。反正也只是一些低级魔物而已，正好能试试贫民窟那小子到底藏着什么东西。那倒也是，像虫群那样的魔物，只要有足够的灵石就能挺过去。什么声音？等等，这是魔轮战马！魔纹战马？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高阶魔物？曹河大人，这片黑雾里好像不只是我们招来的魔潮，这根本是魔力凝源的天然魔潮。曹河大人，快走，城墙要塌了！妈的，林县城那帮畜鼠果然做得太过分了。他们或许只是坐骑，可他妈这里是人界呀！成百上千匹一起涌来，一座人界城池根本挡不住。但是主人，这些灵石也坚持不了多久。主人，最后10块灵石了，都扔进去，先活命。他们似乎已经失去神智，只凭身体本能不断奔跑撞击。贫民窟这边还算乐观，以你们现在恢复的实力，能干掉多少？仙灵之泉恢复的实力并不多，我还能稍微应付。但师妹的话，我会拼尽全力。光拼没用。这是聚元草。闭魔阵失效的时候，立刻吃了它。可是，这会不会太珍贵了？在这个灵气枯竭的时代，它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不是，这个时候加中程度有什么用？再珍贵也得先把命留下。快吃，阵法要消失了。聚元草，穆听兰本就是化神中期，副食时他如果有限，元婴境的云清河正合适。
师妹，上！看样子应该是没问题了。可惜他们都是偏辅助性的灵根，不然这20来匹马应该能解决得更快。看来以后得尽快弄个火灵根、金灵根，更偏战斗属性的仙子。师妹干得不错，还没完。师妹上！师姐！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他们几乎瞬间失去了战斗力。只要我不是当场死透，等他们醒来，就还有机会用附生草救我。奴灵液没有消失，他们都还活着。得到仙灵之泉的力量后，他们不会像凡人一样脆弱。可最关键的是，我也不能直接嗝屁才行。哎，不是，击败2个仙子都没下马，轮到杀我这个普通人，怎么反倒繁琐起来了？参见无缘仙尊。成百上千匹魔纹战马，几乎把整座城踏成了荒漠。反倒是林恒所在的贫民窟，看起来更像城市中心。那2个冒死护在他面前的仙奴，现在还有得救。傅灵阵一旦停下，就没有灵石维持仙灵之权。穆庭兰有泉水疗伤，可云清河撑不了太久。换成普通人，这种伤早就没命了。这是我原本留给自己的最后底牌，先把他救醒。别的事情以后再说。他能醒，傅灵阵就能继续生产灵石，灵草以后还能再种。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难怪夏风那家伙说，现在的灵草能卖到天价，这效果比街上的医馆和药铺可靠多了。难怪他能当保命底牌。不过那个家伙，救命啊！这都是什么东西？这位热心邻居，不会就这么嗝屁了吧？等事情处理完，至少给他立块碑。醒了。主人。那种伤，我应该已经死了。别急，附生草的药效还没有完全发挥。附生草，在这个时代，一株附生草足以让无数修士拼命争夺，可他把它用在了我身上。不是，怎么突然就哭了？最关键的是，不会把老子的忠诚度给扣了吧？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已为仙奴解锁新头衔曼罗神女。千支曼罗剑。专武解锁构阵、镇灵塔阵，暂时储存仙奴通过仙灵之泉恢复的仙力，能自动向敌人释放仙术。这他妈魔潮过去就解锁防御塔是几个意思？但佐野也证明我这里的防御确实太弱，地魔阵只能隐藏气息，不能真正杀敌。主人，谢谢你。已经没事了，魔潮已经退了。你师姐也在仙灵之泉里疗伤，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养伤。刚被带回来时，我只把他当成有奴役我的人。可他给了我平等，也给了我自由。现在不只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我真的愿意。附生草的碎末还有些，我给你的伤口涂上。这里还有一道划伤啊！主人，那里疼？不是，主人能不能不要看那里？不看，不看怎么上药？等等，我刚才明明答应过要遵守主人的吩咐。不会因为这点事反倒扣重使用地吧？行，那我就只能摸索着给你上药了。谢谢主人，主人真的很贴心，连这种情况下都愿意照顾我的要求。
没毛病。没毛病。主人会不会因此看不起我？这有什么？比起这个，你知不知道千之曼罗剑是什么？千之曼罗剑，听起来像仙界神兵，可我从未听过。那行，我先去看看你师姐。仙灵之泉的疗愈效果，还是比附生草差不少。现在感觉怎么样？没事，就是些皮外伤，应该很快就能为主人干活。放心，以后你不必再做这些。可是，灵石消耗巨大，主人的修行会受影响。我自有分寸，不会让你为难。更何况，比起灵石的消耗，你们的命更重要。仙奴的命，竟然比灵石更重要。他不只是说，他真的在救我们。仙奴穆听兰忠诚度+5，目前为246。果然，忠诚度越高越难提升。对了，主人，师妹也没事，清河服了巨源草，也不会是魔文将军的对手。你们都没事。那我们是怎么获救的？一定跟主人有关。有些事该问，有些事不能问。能从魔文将军手中全身而退，恐怕远不止表面这样。对了，你知不知道千之曼罗剑？主人还知道千之曼罗剑？他知道，云清河的专武有眉目了。以前我随宗主去过一处上古宗门，听仙子提起过，那是他们的镇宗之宝。仙界上古宗门，这让我上哪儿找？好好养伤。连仙界的宝物，主人都这么清楚吗？这不就跟防御塔差不多吗？以后，他们就是我抵御魔潮的依靠。以后的日子可是不好过了。魔文战马毁掉的不只是房子，还有农田和水井。昨晚的沙尘已经把田地变成荒漠了。再过不久，这里恐怕会多出一整城难民。听兰昨天说过，昨晚的魔潮有些不对劲，确实比上次魔界蠕虫阵势大多了。难道还有魔物留在这里？坏了，听兰和青羽都还伤着，镇灵塔阵也还没充当。这不是我那位热心邻居吗？他竟然还活着！我操！憋死老子了！太好了，林少，你他妈竟然也活着！轻点儿，原来他躲进了老张家祖坟的地道里。昨天一看见魔文战马，他就知道家里待不住。妈的，可惜了，老子的仙奴被2匹魔文战马活活踩死了。节哀。老子花了这么大价钱，就没享受过几次啊！几乎每晚我都能听见隔壁的战斗声。我操！怎么城里比咱们这边还要刺激？嘿，咱俩的家这么幸运！避魔阵加了灵石，范围刚好把夏风家也罩住了。妈的，早知道就不让老子仙奴跟我去地道了。对了，林少，你家那俩仙奴受了点伤，正在养。可我昨天在地道里还听见上面有仙术的声音，不会是他们为了保护你激发了潜力吧？恢复了仙子的实力吧？差不多吧。对，一定是这样。林少，你平时对他们不错，所以才激发了灵根。这想象力，去城里酒楼说书都能赚灵石。下次老子买仙奴也像你这样试试。等等，林少，城里都成那样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会很缺粮食？这也是我头疼的问题。实在不行，就等他们恢复后去灵仙山打猎。那太好了，林少，咱们合作怎么样？赚没大的？赚？你等等。这是种子、蔬菜、大米，应有尽有。你还存着这些东西？别提了，老子被坑了整整1枚灵石。我一直坐吃山空，但我也知道祖上灵石总有花完一天。妖商说粮食涨价，还说种子价格也会跟着涨，结果没几天，种子价格就跌到了谷底。后来才知道，是外地富商来进货，才炒起粮价。本来我都快忘了这些种子，没想到昨晚魔潮这么猛。你有土，我有种子，咱们干票大的，直接翻他个4、5倍卖出去。尤其富商官吏，他们肯定还有灵石。发魔潮的财，会不会有些不太地道？
你道德水平这么高？我的意思是，我这块土能用灵石加快生长，4、5倍不够，至少得卖50倍。难道是老子道德水平太高了？对了，林少，我在地道里躲着时听到有人说话，好像就在另一边，离老张家祖坟不远。有人？对，而且不止一个，有个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只是你不会说出去吧？我跟谁说去？也是，那帮妖人没死，之后也会被饿死。那个人就是林仙城主曹和。城主？这还不是最刺激的，他说的那句话才是真的刺激。怎么个刺激法？我没听全，也不知道在对谁说，但是我听到他说，这次魔潮超出了我的预料。他说魔潮超出了他的预料。超出预料？难道有人能预测魔潮？魔潮之后5天，靠下风的种子和林恒的土地，他们算是解决了温饱。云清河和穆天瑶的伤势也一天天好转，可林仙城那边就没这么乐观了。剩下的人富足起来的小院，也被血鬓尸妖和城主曹和注意到了。林少，老子今天赚大发了！今天卖了多少灵石？今天的粮食没换灵石，不过换来了一个仙奴，必须是高级货。你买仙奴了？哎，是在那边。那就是你说的高级货。对啊，妖商说了，他以前可是仙界大宗门的仙子，连城主那边都是托关系才搞到的。光听背景倒还真看不出来，不过让他做小推车又是几个意思？跟你学的，林少。啊，我看你对你家的仙奴挺好，我就效仿了一下。本来想找大花轿，可林仙城哪儿还有，就拿这个替代了。多谢少爷，多谢少爷。主人，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不用你做什么，那边是我家，你去等着，我等会儿做饭。林少，是这样吗？你还真是学到精髓了。说不定以后魔潮来了，我的仙奴也会用仙术呢。口渴吗？我家有热水。晚饭想吃什么？连这里都有舔狗了吗？主人，饭已经做好了。你们伤势恢复的基本痊愈了，附生草很有效。吃完饭一起泡仙灵之泉，今晚有重要任务。好。老实说，书上的字不仅白，还有些大。你干嘛去？舞剑，我跟师姐一样，在泉水里舞。我能猜到她的想法。他还真去拿剑了。是想引请主人不要见怪。看出来了，他的仙奴意识其实还没那么拎得清。云清河一极度，说不定还会掉。看来得多造几张床了。铁剑碰水会生锈，真想练，等会儿我给你换个法子。讲个生锈也能长忠诚度。少爷，行行好吧，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林仙山上有野果，饿了就自己上山找。可是上山要走多久？没仙奴替你们做事，你们连摘果子都做不到了。难道你们的手也像仙奴一样被铐上铁镣了？这2人哪里是仙奴？他们过得像仙子，而我们竟然连仙奴都不如。既然要不到饭，那就……可惜了，来这么多兵，不会只是帮我赶乞丐。你就是贫民窟的林恒。血鬓尸妖符咒和在城主府的亲眼所见，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心魔。只要有我的主人在，就必定不会让我过上那样的日子。怎么突然提高了整整10点忠诚度？没错，是我。这人就是赤虎说的那个掌握了仙术的家伙，看着人畜无害，怎么看也不像有能耐。刚才出面的也是他的2个仙奴，可他确实在魔巢里活了下来。魔纹战马连城墙都挡不住，他这小屋却没掉1块墙皮。我听赤虎说，以前你在我这里买过石砖，先礼后兵，套上近乎再说正事。有这事。你也看到了，我能带这些士卒过来，真正想找你的人也不是我，是林仙城的城主。他跟血鬓尸妖的关系，整座林仙城都知道。他找我什么事？没想到曹和这么快就让人找上门。魔潮过后，这里已经成了林仙城最富足的粮仓。若用粮食笼络民心，瞬间就能建立新势力。对城主而言，这当然是隐患。简单来说，城主希望你成为林仙城的仓吏主事，
让我去当官？仓吏主事就是城仓总管。魔朝之后，临仙城必须重建，可城里已经陷入饥荒，城主跟粮食充沛的林恒合作是最快的办法。原来他们不是把我当隐患，是冲着我的粮食。不好意思，没兴趣。仓吏主事是真正掌握实权和财富的官位，只要合作，待遇方面差不多得了。突然让我当官，不就是想让我把粮食分出来？临仙城现在还有什么待遇比吃不完的粮食更珍贵？你也说了，你一个人吃不完那些粮食。眼瞎了？我这里可是3个人。我不是眼瞎，只是本能不会把仙奴视为平等的人。所以你是不打算和城主府合作，而是要与城主府为敌了？没兴趣，没兴趣。有吃有喝，还有2位美人陪我虚度，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不存的？走了，回去睡觉。动手！如果无法拉拢，那就直接抢！这是什么？这就是那家伙抵御魔桃的仙术吗？威力不错。那样的威力，好像和我全盛时期施展的仙术相差无几。所以主人的这个构阵是利用我们恢复的实力，把他们变成了防御工事。至少再来一群魔轮战马也构不成威胁。不过，主人刻意表现出刚才的模样，是在故意掩盖什么吗？你应该知道，主人拒绝官位，又用大量灵石催生农作，屋里也囤了很多粮食。而现在灵仙城最缺的就是……哪怕是一人之下的官位，我为什么要在那一人之下？主人根本不是想做官，而是要做一方领主。魔朝之后，我的确一直在谋划这件事，只靠我和几个仙奴还是太困难。捕灵石这种事，普通人就能做，让穆听瑶这样的优质仙奴天天耕地，太浪费。以后还会解锁多需要人力的构阵。临仙城被魔朝摧毁，也给了我成为一方之主的机会。那之前那些讨饭的妖人，为什么不直接收下，用粮食交换，让他们成为主人的子民，不就可以了吗？师妹，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现在忠诚于主人，还是因为你背后的奴灵印吗？那当然不是，不管有没有奴灵印，我都只有一个主人，也只会服侍主人你一个。先泡仙灵之泉吧，等会儿听瑶你跟我一起去趟城里。我也要和主人一起。去买些东西回来。刚才忠诚度提升，手册解锁了不少东西。仙奴忠诚度提升已满50点，解锁新头衔9名神女，已解锁新的构阵。贪欢解惑台说明展开中。先准备一下。是，主人。少爷真会享受，如此漂亮的仙奴，就该在这软而舒适的床上。我也想跟去，可当我听主人说最近的灵石消耗得很快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能连晚上的练剑环节也暂时取消了。只想努力地为主人多下坨灵石出来。原本以为再也不想回到这荒谬之地，没想到主人竟愿意带我出门。我好像也没说过不让你们出门。是啊，主人你和别的奴主不一样，那些奴主都是将仙奴关起来狠狠地折磨，怎么可能像奴主你，竟然连我和清河的处子之身都毫不动心。不过即便主人许取，如果不是随主人前来的话，我甚至一辈子也不想来到这座荒谬的城市。但是也罢，现在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残破的乱石堆。我也算是明白为什么穆听兰会突然增加了10点忠诚度。贫民窟的生活，对于他这个从城主府血并尸妖府邸出来的仙子而言，宛如世外桃源。行行好，行行好吧，少爷，给点吃的吧。求您了，给点吃的吧。就像穆听兰所说的那样，我是有想做领主的想法，但绝对不会是以满足他们乞讨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地上捡到了钱，也就只会认为他今天运气不错。可如果这笔钱是老板发给员工，并表示这是员工给公司带来利益后应得的奖金，那么就能让员工体会到被认可的感觉。这就是我成为领主第一步的核心思路。不过此次的目的并不是这里，而是隔壁的一个大型帐篷。少爷，少爷，您来买什么？我记得以前你这里好像是卖家具的。对对对，各种家具都还有，桌子、椅子、柜子、床。客人您要什么？床。之前我在家里的时候就确定过了，那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和复灵阵一样，需要一张床作为构造基础。有的有的，客人您跟我来，我跟你介绍。难道主人只是想换大一些的床吗？可家里的床明明才扩修过，难道说……躺下试试。我吗？少爷真会享受，如此漂亮的仙奴，就该在这软而舒适的床上。是不是主人需要我了？既然新的构阵叫做9名神女线的贪欢解惑台，而穆天的新头衔又恰好就是9名神女，感觉怎么样？不错的主人。那就它了。这可能需要2枚灵石。少爷你也知道，最近咱们城里才遭到过一场惨烈的魔潮，这价格的确是要比之前贵。物资匮乏，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倒也是人之常情。我需要你现在就派人给我运回去。
顺便也帮我挪一挪家里的家具。这好说，我亲自带着人给你拉过去。就这里了。原来您就是贫民窟的少爷，可能贫民窟跟少爷这两个词汇组合在一起有些别扭。但现在临仙城里，又有谁不知道如今的贫民窟才是真正的富人区？看看这门前的小院吧，蔬菜、小麦、瓜果，在城里贫瘠匮乏的食物，这里应有尽有。也难怪连横对他2块灵石的报价，连价格都不还上。这些粮食随便摘点，拿去卖给官吏，不就轻轻松松能够赚到灵石吗？干活吧。主人和师姐回来了吗？先下来吧，让他们先将原本的床也挪到隔壁的房间。我这屋子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扩建出来了3个房间，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解锁更多的构阵，所以就一直空着没有使用。而我这小破屋的主房，再多容下1张床的话，未免也太过拥挤。毫无人性，简直毫无人性啊！明明是最缺食物的时候，少爷竟然囤积了这么多的食，尤其是还有那么多的大米。想想自己今天吃的是什么。作为一个鼠妖，我今天吃的竟然是大街上好不容易买到的烂菜叶。那个少爷，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怎么？妖商肯定是看出我想要进的伤势，本就是故意为之。您买床的零食我就不收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换些粮食。价格都谈好了，反悔不太好吧？可是这现在我更需要的是粮食啊！不过你如果真想要这些粮食的话，我可以给你，但跟我买床的事情无关。少爷，您是要我做什么？明天多带些人来。你们不仅有粮食，还不用住帐篷。真的？新床和旧床并在一起摆放，难道主人并不是想瞒着师妹，或者是自己想错了，还没到主人的节奏？走了，蠢货！打扰到少爷休息，小心老子扣你们工钱！粮食、房子，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我把林恒交代的那个每个字都背下来。把储存的石砖拿过来。这个新解锁的构阵和之前的所有构阵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像仙灵之泉、闭魔阵这样的构阵，都是需要灵力作为引导，而灵石也会作为激活构阵的关键能源。而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仿佛它自身就是激活构阵的能源，就连阵法的结构，也比之前解锁的所有构阵都复杂数倍。好在仙奴手册解锁构阵的瞬间，就能将对应的构阵知识融入我的大脑。主人好像又在布置新的构阵了。而且主人的这些构阵也越来越看不懂了。你们在背后站着干什么？主人是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该睡觉睡觉，不过听说你睡这里，从今天起这就是你的床。好的，主人。在他身边，我甚至能拥有自己的专属床位。按照师妹的性子，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嫉妒。当然没有了，师姐有了专属的床位，那么这张旧床不就成为了自己和主人的专属？怎么好像一点反应也没有？解锁进度，解锁次数，仙奴手册这开始当了解锁啊！以往解锁构阵的时候，除了构阵的知识外，也会显示具体作用和激活方式。可这一次，仙奴手册对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只有一段简单介绍，以及不知道是解锁什么的功能作用。现在也只能通过穆听兰这位水灵根仙子的特性进行猜测。通过她90名神女头衔解锁的构阵，大概也是和仙灵之泉一样，有着特别的辅助作用。明天再研究研究好了。这老旧硬挺的旧床，自是比不上新床的柔软舒适。这里是曹河大人，没想到这仙子竟然逃了出去，好在终于抓回来。你说该如何处置？他本该是我送给贤侄的礼物，理应待在贤侄身边。嘿嘿，父亲、舅舅，我现在学会奴灵印了，我要给他缔结。不要！我看过太多次小尸妖如此这般折磨仙奴的场面了。若不是我被城主安排为小尸妖未来的正式仙奴，恐怕我以前也难逃其患。贤侄，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的仙奴，已经连做你仙奴的资格都没有了。等你玩弄之后，就丢给那些下人好了。正好，魔潮过后，也能以此安抚人心。这就是自己的下场吗？别人的仙奴只配这样的下场。等等，别人的仙奴，自己是有主人的。我的主人可是一名强大的构阵师，哪怕是魔潮中的魔文将军也伤不到他分毫。他怎么可能会让这帮妖人再把自己给抓回去？不对，你们只是存留在老海中的心魔，这里并非现实。这是一本记录仙古时期之前世人们成仙的史书，在主人这里，我能够放松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我正好就是成仙的水灵根仙子。我从前能够将自身的灵气滋润得更加纯净，可现在处于灵气枯竭的时代，那株即便已经枯竭的水灵根也快要溢出水了。原来是主人，
即便是在梦里，主人的表情也仍然如同平日里那般淡漠不惊。那么既然是梦的话，那丰完的水灵根终于是找到了滋润的目标，而且梦里的话，我可以肆无忌惮。我那失去灵气的水灵根，宛如新生的草苗，抖擞起娇嫩的枝干，每一次豆豆都会将叶片上的露珠掉落一些，滋润着君静的光土，无休无止。主人，刚才并非是梦，梦里的一切确实都和我的主人发生了，只是在睡梦中的我以为这是一场梦。去仙灵之泉泡一泡吧。好的，主人。我刚才只以为是梦境照进了现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切实发生的。原来水灵根仙子还有这样的本性，但她刚才好像并没有意识到，之前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只以为是做了个梦。倒没有别的原因，总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点燃一缕烟，哪怕是点亮油灯时升起的烟。所以灵气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啊！妈的，老子思考这个干什么？增加了5%的进度，所以刚才穆听兰的反应是九阶神女的解惑台开始瘫痪了。但是这个信息我在之前就看到了，奇怪，进度的增加好像跟刚才的体力活关系不大。昨天晚上主人还是太厉害了。我记得仙奴手册的这段信息刚出来时，现实里的穆听鸾刚从床头将书拿过来，那个时候他还指书上描述水灵根仙子的特性给我看，并表露出内心的渴望。但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我这一次并没有转移话题，或者说像那些龟妖一样头都没露就钻进龟壳里忍耐。其中原因有2个，以我拥有着仙奴手册的穿越者身份，自是不会被小头控制大头。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情都要能为我带来足够的利益才行。于是在得知穆听兰那水灵根仙子的天性后，以及解锁进度的增加后，我才决定放手一搏。至于第2个原因，那就更简单了。哈马天天在小院里耕地，本来就累得要死，哪能晚上还继续耕地？最关键的是，以前那旧床根本就跟石板一样，哪怕种下去的草苗很是诱人，但在疆土上耕地也着实提不起兴致。而今晚就不一样了，新买的床很软，穆听兰又正好是在我半夜已经睡了一觉的时候夹道相迎。说起来，穆听兰这样的水灵根仙子倒也确实滋味很足，不过我并没有过多的去回味。反正穆听兰作为我的仙奴，只要我想，那便能年深日久。而现在我关注的其实还是9名神女的瘫痪解惑台，到底是依照什么条件来增加解锁进度的？进度的确是涨了，但却不是他埋头苦干的时候涨的。主人，听老以为方才是做梦，所以才没有遵循主人的节奏。我知道，你是说你在梦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估计是今日见到了血病尸妖，想起了以往的所见，然后对比主人的恩赐，所以才会对主人。作为一个有觉悟的仙奴，我深知不能擅作决定，更别说强迫奴主。行了，起来吧。我要是没那兴致，你的奴灵印早生效了。对啊，如果主人不愿意的话，奴灵印也会给他带来痛苦才对。所以，主人很享受自己吗？过来吧，顺便跟我说说你的那个梦。梦吗？好的，主人。确信，他刚才是在做梦。但是让我奇怪的是，穆听兰明明是在做梦，但在我身边的时候，却又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哪怕是拿书、看书，都跟白天的时候一模一样。难道这也是星构阵的功能？主人，是想从中知道什么吗？没什么，睡觉好了。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解锁进度为什么会增长。主人，师妹没醒吧？她有附灵阵的灵气加持，她应该睡得很香。身为奴主，我倒不像穆听瑶一样害怕被那边的云清河会发现，大不了也就是掉一些重程度罢了。而正常的仙奴也本就应该有着像穆听兰这样一切为奴主服侍的觉悟。不过我倒不觉得云清河没有这样的觉悟是一件坏事。明天还有正事要做，一个顶俩的话，恐怕就吃不消了。看来主人也疲了，那听兰就如此服侍主人好了。在疲惫状态下，水灵根的柔润能够更好的辅助入眠。那破床早该换了。主人，喝水。主人，外边已经有好多妖人等着了。都已经中午了吗？我还没有做饭。昨天晚上
主人还是太厉害了。要是自己还是仙子就好了，否则也不会服侍一次主人就感觉这么累。当心，昨晚师姐你一定很疼吧？昨晚的事情，他竟然知道，可忠诚度为什么没有掉？为什么师妹没有嫉妒？本来我想帮师姐拿出来的，但是师姐一直压着她，是不是被硌得生疼？那倒也是。原来师妹是发现自己把书压在身子下边睡了一宿，所以才会认为自己会觉得疼。没想到书一直放在床上啊！等等，书就是书，没错。昨晚解锁进度提升的时候，睡梦中的穆听兰就是在看书，看书是穆听兰的喜好，所以让她在这解惑台上看书，就能增加解锁进度。我清楚地记得，原本的解锁进度只有5%。主人，那我去做饭了。你先等等。主人有什么吩咐吗？选择6域，触域。身上的疲惫竟然消失了。因为我为他设定的触域，便是能让他对身体的感知产生极度的舒适度。不过我心里也清楚，我为穆听兰设定的6域，并不会有实质性的疗伤效果，但却能让他忘却身上的酸痛感。做完饭后，就可以回来看书休息休息。不过，看书的时候必须要在这张床上。必须在床上看书吗？难道是因为主人昨天在床边构造的复杂构阵，这跟师妹和茯苓阵很像，所以自己在这床上看书也会有类似的作用？主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用多问。看来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主人，他们一大早就来了，不过没有吵也没有闹，也不知是来做什么的。而且主人的防御攻势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生效。因为他们不是来捣乱的。主人，需要我一起吗？不用，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哦，我该下灵石了。少爷出来了，少爷出来了！是不是有人这么说过？想要粮食，想要房子，就来找贫民窟的这位少爷。看来人都到齐了。没错，少爷，他们都是我在市集上认识的老熟人，都有着不错的信誉。我觉得林恒少爷让我叫人，应该是有什么生意要和我们做。不错，你很聪明。半天之内，我需要你们不管从任何地方，尽可能多的给我带来还没有缔结奴灵印的仙子，并且数量越多越好。原来如此。自从那次魔潮之后，临仙城里那些还未缔结奴灵印的仙子就已经四散而逃了。现在想要通过正经手段去购买仙子，根本就无法满足林恒这样的大量需求。至于报酬，这满满一屋子的竟然全是粮食，这些粮食全都是你们的。我知道哪里有仙子，少爷你等我，我现在就去给你带过来。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去帮少爷批发仙奴啊！毕竟找仙奴这种事情，对他们这些经商的妖人来说并不困难。在人脉上，在对临仙城所有城民的了解上，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今天下午，他们就会将临仙城给翻个底朝天。至于那些仙子，我并不在乎他们中有多少人符合仙奴手册的要求，因为现在我需要的只有数量，而并非质量。我操，林少，刚刚那些妖商在你门口干什么？让他们帮忙做点事，送些仙奴到我这里来。你有这么多灵石，我操！你去打劫了，而且竟然还不叫上我！自己种的。可我也没分到。懂了，林少，你是收获一些后，又利用新的种子再种了一些。厉害了，林少。要是我可没闲工夫打理这么多粮食，活该你他妈享受这么多仙奴。其实我也不是傻子，通过跟林恒合作种菜，我也看出来林恒家小院的土壤和那些妖农的土壤不一样。仅仅1天的时间，就能让种子变成粮食，对于我们现在身处的临仙城，简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过对于这个神奇的发现，我并没有说出来，甚至刚才看到林恒那满满一屋子的粮食时，我也一点不眼红。原因很简单，拥有这般神奇能力的邻居，正是我这个落魄家族的少爷能招惹得起的。而经过昨天的事情后，我更是深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因为在昨天傍晚，我可是在家亲眼看见雪碧尸妖带来的一个氏族，直接被林恒小院里的石塔给干没气了。从林恒这边分到的粮食，已经足够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享受生活了。自己有一个这么厉害的邻居，为什么要眼红？指不准哪天自己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拜托这位邻居帮帮忙。对了，林少，说起仙奴，有件事把我搞得很难受。怎么？我不是在模仿你，给仙奴一定的自由和地位吗？那么问题来了，昨晚我想战斗，可他却还是浑身发抖的，有些怕我。如果换做林少你会怎么做？
我没你这烦恼，毕竟昨天晚上我才从水灵根的温柔乡里走出来，那可是79%净度的水灵根，比起大多数仙奴要主动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夏风的瘾那么大。那可就难办了。这，所以你还真憋住了？也不算憋住吧。那你最后怎么做的？我让他像青楼的那些女子一样给我跳舞，然后我自己解决了。我这位邻居绝对是修仙世界里第一个看擦边舞的。果然和我想的一样，穆听兰在解惑台上看书就能增加进度，这就叫知识改变命运啊。至于额度到底能干什么，看这进度，恐怕今晚才能知道答案。少爷，我统计过了，一共34个仙子，全都没递过奴灵印。这些仙奴的灵根确实很低，甚至还有个2%净度的金灵根，这样的净度和凡人也没什么区别。但我本就不看重灵根，也不指望他们解锁仙奴手册。这些粮食比仙奴还值钱。一个仙奴2袋粮食，怎么样？我操，那我岂不是有8袋？果然笨鸟先飞呀！少爷，那我们现在别急，我叫你们带人来，不是做一次性生意。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长期合作。还能长期？没错，正常情况下，魔巢1月1次，你们捡陨落仙子，也差不多是1月1次吧？怎么捡到的，我不会问。带来仙奴就按这个标准换，一个仙奴2袋粮食，达成长期合作，每月我保底给你们1袋。我操，这简直就是白给的粮食啊！我愿意，我也愿意，必须算我一个。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只是像个公司老板，在面试时给员工承诺保底工资罢了。对了，我还承诺过房子。这位少爷是想培养死路吗？可这待遇太香了。房子还需要时间，不信任的话，我信，我们都愿意。把城里的帐篷搬出来，按这些位置放。这些点连起来，小院就是中心，像城主府。现在你们还可以拒绝。不拒绝！妈的，反了就反了，老子总不能被饿死。俺老朱要是真饿死，拒绝就不只能饿死在乱石堆里。来吧，直接开始。我们早就没有选择了。我不要成为仙奴！师妹，是不是很像你呢？我哪有这么反抗主人？那天见到你时，你可是都告诉我了。我去给主人帮忙。这位仙子，救救我，求你了！我不想被人当做仙奴。你搞错了，主人要你们做他的仙奴，本就是在救你们。林恒那边带回了几10名仙奴，那就送他一位真正的仙子。这也太不让人意外了。这34个被妖商们带来的仙奴，就没有一个灵根净度超过20%的。能买到云清河这种水平的仙子，到底是走了多大的狗运？这些人几乎都是在仙界中毫无背景的散仙。所谓的灵根净度，会不会跟仙子的背景有关系？而他们的净度不仅达到了仙奴手册50%的最低要求，甚至还超过了不少。官吏跟富商会专挑有背景的高级货，好像也不完全是品相的原因。主人，我发现我的劝说好像没多大用，他们都不太信我。在主人这里，和你们以为的不一样。人之常情，所以你师姐就很聪明，并没有做这样的无用功。师姐？对了，主人，那师姐现在人呢？回去了。那主人，我也回去了，多为主人下些零食。他的这2个仙奴怎么还卷起来了？所有仙奴的奴灵印都已经缔结完成，那解惑台的解锁进度应该也快满了。少爷，怎么？刚才我让大家聚在一起，凑了些布料。这些仙奴暂时还没有住处，少爷可以先让他们住进大帐篷里。那就让你去安排好了。谢少爷，一定安排得妥妥当当。今天先去休息，明天我会给你们安排工作。都搭把手，快些！解锁进度100%，刚好赶上了。
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获得解锁字数1，奴主消耗解锁次数以解锁头衔。9名神女作用可为奴主的部分构阵进行分支选择，可升级构阵复灵阵。复灵阵还能拥有别的能力？血战仙书效果生效，解锁次数增加，是否继续使用？等等，还有惊喜！解惑台的作用应该是针对仙奴们的头衔和能力。是。可供奴主自由选择解锁的选项：1就是这个头衔曼罗神女；2先知曼罗剑的下落。毕竟，这可能是他即将获得的第一把专武。要不要主动提议，今晚再陪主人单独去一次仙灵之泉了？如果被自己师妹在旁边如此看着的话，那着实是有些羞耻了。难道主人今晚不想要体验他那水灵根的滋养？主人，刚才复灵阵的灵气突然把我灌得好满。老实说，我黑这个脸，并不是没有我的道理。看看仙奴手册就知道了。千之曼罗剑，仙界诞生之初，曼罗神女手持千之曼罗剑，以剑道本源，将万物催生，以剑之名，便可随心掌控世间的浩瀚灵海。位置，它就位于临仙城城主府地势深处的。啊？哎，不是，怎么就一半？地势深处的什么位置都是继续啊！那可是老子的第一把专武。看到这明显只有部分的内容，想骂街的心都有了。怎么好好的仙奴手册跟那些断章狗一样？邪战仙妹的作用只能提高构阵的50%，解锁到一半却戛然而止，简直太合理了。但至少知道是在城主府内了。帮我拿些石砖过来。好的，主人。虽然心中仍有疑惑，但我还是点点头照做。复灵阵升级：1灵石产出有几率翻倍；2灵营需要将营域仙姬忠诚度提升到100。云清河的忠诚度这些天也不过57点，不过他一开始可是负100，暂时只能选第一个。更多灵石对现在的我更实在。要知道，我可是找来了30多个仙女，接下来需要足够的灵石催生农作。我是让他们来干活，不是让他们饿死在这里。主人，石砖拿来了。主人，刚才复灵阵的灵气突然把我灌得好满。啊！等等，我操，还真是双黄蛋！我知道，那是不愿成为仙奴的仙子，受到了奴灵印的作用，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只用等明天早上正式开工。真正让我操心的，还是千之曼云剑，它到底藏在城主府地势的哪里？主人，有事吗？我记得，你之前在城主府上待过一段时间。甚至比在雪冰尸妖那边待得更久。城主府的地势，你知不知道？地势，从未见过，也没有听人提及过。看来那间地势还是个外人不知道的秘密。那你能不能通过记忆，将大致的地形图给画出来？地形图吗？对不起，主人。城主府那些场景，好像让我对仙奴的身份有了排斥。从未被扣过忠诚度的穆庭瑶，竟然第一次掉了忠诚度，而且还在不停往下掉。更让我意外的是，他的痛苦竟然来自奴灵印。可奴灵印生效，并不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是那些回忆让他意识到仙奴身份的卑贱，这才导致他背后的奴灵印被触发。主人，对不起，是我自己犯了错。明明主人是我见过对仙奴最仁慈的主人，他给过我的自由，曾经连御灵宗宗主都没有给过，而我竟然还心生抵触，简直太不应该了。主人，那地灵图对你很重要的话，我会试着去隐忍奴灵印的痛苦。等等，6域选择异域。好了，你试吧。主人竟然真的忍心看我被奴灵印折磨？不对，主人绝非那些低俗之人，一定是这例行图很重要，所以主人才不得不这么做。对，一定是这样，对此我深信不疑。冲主府的奴灵印毫无动静，没有发光，也没有灼热感。地势就藏在这张图还没画出的地方。
连续2天被水灵姿滋养的感觉，仿佛让我连早起都感觉精神了许多。今天，我就要彻底开始展开谋划已久的领主计划。明媚的天气也算是计划开始的第1天带来的好运。明显的，我从中感受到了许多害怕和忌惮的目光。毕竟他们从来没有缔结过奴灵印，也没有像穆听兰那般，在亲眼目睹作为仙奴的悲惨下场后，所产生了身为仙奴的深刻觉悟。不过同样是第1次，他们的眼神又跟当初的云清河不一样。那时的云清河也的确不想成为林恒的仙奴，但他当时的目光中，更多的还是带着天骄的骄傲与不甘的反抗。贫民窟的奴主终于是在休息了1晚后，准备在他们这里大干一场了吗？主人，我会了的不多，能让我在旁边先学习吗？不，是你们都得学习。感谢主人，我们必定完成你所交代的工作，一定！主人大恩，主人大恩，无以为报。什么情况？难道林仙城的重建搞到贫民窟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林恒少爷那边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因为那边就是林恒的住处，我烦躁的起床气也缓和了不少。毕竟，我们现在是跟着林恒吃饭的。我们还正准备问你呢，鼠哥，你快来看看吧，就在那边林恒少爷的小院附近。林恒少爷的小院又怎么了？啊，他们是昨晚我们带来的仙奴。那么多的菜肴，林恒少爷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别想了，鼠哥，你醒来之前我就问过了，林恒少爷身边的那位白衣仙子说，那是给仙奴们准备的员工餐。员工餐？那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为那些正在干活的仙奴所准备的午饭。给仙奴准备这么丰盛的午饭，这简直闻所未闻。鼠哥，那你知道周边那些正在搭建房子的仙奴是怎么回事吗？难道不是为林恒少爷搭建新的粮仓？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就问过了，林恒少爷身边的那位紫衣仙子说，那是给那些仙奴分配的职工房。职工房？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词汇。简单来说，就是林恒少爷为那些仙奴，他们那些仙奴自己修建的住所。仙奴还有专门的住所？我甚至怀疑自己今天是不是起太猛了？怎么感觉一夜之间，我无比熟悉的世界观正在被彻底的推翻重建？这样的景象，别说是现在的魔力纪元，哪怕是仙子地位崇高的仙古时代，也从未有过。鼠哥，我们看你和林恒少爷走得那么近，还以为你知道缘由呢。我知道个屁！下班了，下班了！主人好。仙奴脸上如此由衷的笑容，我不是没见过，但那也只是在被富商和官吏们调教了数年的仙子脸上见过。可林恒呢？那可是30多个仙奴啊！他貌似才用了仅不到半天的时间。不行，必须得找林恒少爷问问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养仙奴，还管饭，还给房，还给庇护，但是对我来说并不多。这些活我们也可以做啊。或许给你们足够的利益，你们的确能办到，但我需要的是能为我长期工作的人。不过没关系，我们之间也有长期的生意来往。好吧，林恒少爷，死心塌地干活，这方面确实是我们不如仙奴。可是您给他们的待遇会不会太好？你觉得他们今天完成的速度怎么样？很好，苦功修士来也未必有这样的进度。就是你想的那样。不管是他们仙奴，还是你们妖商，只要用心为我工作，我不介意分大家一些好处。其实跟你们合作，我主要想找有背景的仙奴。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转告他们，让他们也卖力为少爷寻找高级货。主人，他们都已经在帐篷里午休了。
明明是主人给的午休时间，他们却在交流盖房经验。但是这种管理方式，林仙城城主也无法效仿。为什么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做不到？因为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无法确定，于是只能囤粮锁人。可只要安全被保证，人就能长期做事。这种方式更适合现在的我。平等和自由才是他们最渴望的东西。短短一上午，产量就超过之前几天。他们做的只是简单流水线，利益却翻了数倍。所以这就是落后的奴隶制度，终究会被淘汰，被社会管理制度的取代，这就是根本原因。社会管理制度，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听说过？你们是说，你们也听说过这个词？这个管理模式，还有这个名称，都是他从穿越前世界带来的。我和师弟听说过，是宗主提到的。你们宗主还懂这个？还是说运灵宗就是这样管理的？不，运灵宗从来没有，宗主也只是听说。他当时提起的是另一个人。谁？是仙界的五元仙尊。五元仙尊？那场魔潮里那个跪下的魔文将军也提过这个名字，所以你们知道五元仙尊是谁？我们运灵宗连上古宗门都称不上，怎么可能接触到那样的人物？既然那家伙知道社会这种制度，这个名号我记下了。他们真是要反了！领主大人！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林恒一口气还来30多个仙奴开始，贫民窟那边的情报居然让我越来越感到不安。高级火仙奴，这简直就是没有将我这个林仙城的城主放在眼里。按照林仙城的安城法规定，任何一块土地的利用都是需要经过城主府的同意和批准才行，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恼火的。都有这么多仙奴了，还主人个屁呀！不如叫领主算了。领主大人，是不是该想一个国号了？我甚至都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将林仙城周边的贫民窟给开发了，否则也不可能出现林恒这么一个怪物，将仙奴当做领地的子民培养。这家伙是疯了吗？不过好在这些天来，我跟地势里的那位仙子在交涉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林恒那石塔再厉害，也终归是不能动的死物，只要能够将他吸引出来，然后带他去见到那位真正的仙子，贫民窟中的一切终归还是会属于城主府。明天随我去贫民窟走一趟。林少，林少，昨天家不都叫你领主大人了吗？听着不是挺威风的，怎么又变成林少了？威风没有用，叫林少亲切一些。那亲切又有什么用？让群众觉得我和别的奴主不一样。群众？你可不是群众，你是他们的奴主，你是领导者。但领导者也是从群众中来，自然也要回到群众中去。林少午后好。哎，林少，你别说，我发现你的这些仙奴吃好了穿好了，什么也不愁之后，还真跟城里的那些仙奴不一样。哦，你也发现了？恐怕在现如今的林仙城里，已经找不出任何一户人家有我这样的富裕。而这样的工作量，能够在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除了我有规划的安排外，自然也少不了仙奴们开始全新生活的热情。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可没有任何一个奴主能够将他们这些仙奴当做正常生活的子民。哪怕比起一些大城市，甚至是仙界的宗门家族，他们也并不会觉得比贫民窟好到哪儿去。毕竟宗门的宗主和家族的族长可不会像他们的奴主这般亲切，毫无架子。
所以仙奴们获得了如此的情绪价值，自然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动力，为我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便是社会管理制度的意义所在。我当然发现了，你的这些仙奴看起来不仅精神，还有气质，就真他妈跟那些史书里记载的仙子一样。换作是我，老子一天晚上换一个。显然我有些高估我这位邻居的思想小物了。林恒少爷，那什么，林少，我也回去培养培养我那仙奴的气质，你忙你的。或许这家伙格局和思想是差了点儿，但他一定懂得如何在任何环境中生存。如果他要是在哪里英年早逝，绝不是因为他看不清形势，只可能会是与太多仙奴有了交集，然后染上了某种疾病。怎么？林恒少爷，2件大事。林恒少爷，我刚刚去临仙城为您打听高级货的时候，终于有了点消息。哦，毕竟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像穆庭瑶跟云清河这样能获得仙奴手册认可的仙奴。我是从一个在各个城市跑的游商那里打听到的，据说上个月的魔潮对各个城市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西域那边以草植为生的游牧家族，现在他们正在往国都的方向迁移，去向总治司申请新的草原领土。而其中一个带着不少仙奴的游牧家族，估计再过2天就要经过临仙城了。林恒少爷，临仙城估计很难找到高级货了，要不您到时候试着去联系联系这些游牧家族。去别处打听仙奴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毕竟临仙城就那么大点的地方，真要有灵根净度合适的仙奴，我早就得到消息了。行，如果真有我要的仙奴，你的粮食和零食我1分都不会少。多谢林恒少爷。少爷，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我回来的时候路过了城主府，看见城主曹和在亲自召集人手，你看。现在整座临仙城里，谁都知道林恒的贫民窟俨然成为了一片独立的领土，而这种事情在任何一方城市的管理者眼里，都是需要立刻解决的不稳定因素。只不过这些天来，城主府一直都没有消息，才会任由林恒的贫民窟野蛮生长。但如今城主府突然召集人手，就连我都能猜到他们的目的是谁。那么林恒，等等，他怎么还笑了？终于把他等来了。他们过来时，记得敲门通知我。第2个点数慢了许多，10几天也只到7成多。云清河这边零食倒是越来越多。来泡仙灵之泉，等会儿出门。主人，是有什么危险的事吗？说不上危险，但也不是来找我喝茶的。没关系，师姐，有我们在，谁也动不了主人。主人，我看书久了会有些疲惫，会不会影响您安排的工作？看书久了会累，很正常，进度变慢，也许和看书的意愿有关。如果看累了，就做点别的。谢谢主人，这方面我可能还得请教师妹，师妹好像永远不会累。师姐，因为我收获到成就感。成就感？昨天我为主人下了整整50枚灵石。林恒少爷，血并尸妖和城主曹和到了。为什么他们在贫民窟外等？难道不该在小院门口吗？人多就能进去抓人？那屋子你进得去吗，蠢货？再往前一步，都会死。仗着人多，可笑。林少，忙你们的，下午到点下班。我们今晚可能不在家。对了，别早退，否则考勤奖励就没了。这个月可是2枚灵石。当然不会。早退？考勤这又是什么东西？原来是城主大人来了。上来。林恒，城主大人带足了诚意，让你做临仙城的仓吏主事，每年都有同样丰富的报酬。就这点零食，还要1年？这一箱还不如我2天产的多。运气好，1天就够。不好意思，我对当官没兴趣。林恒，你别太狂妄，等临仙城完成重建。怎么，又准备抓我？1箱灵石买不到他的野心，他想要的是占地为王。林恒，我知道你的打算，但这不是我真正的诚意。我手下打听过，你最近
是否在找仙界有背景的仙子？怎么想送我仙奴？他是临仙城城主，绝不会这么好心。并非寻常仙子，他虽然年纪不大，可是上古宗门宗位继任者。在仙界，散仙做梦都想成为运灵宗弟子，但上古宗门掌握着强大的五行之源，是独立于任何势力之外的存在。相比之下，运灵宗就像小城地头蛇，而上古宗门则是国都总治司，连他们这样的天之娇女都仰视的存在，背景自然不一般。如果按照仙奴手册所需仙子的规律，来自上古宗门的仙子大概率能够满足苛刻条件。但是那位仙子即便是在如今的魔力纪年里，也跟别的仙子不一样。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得亲自去看看才行。他人在哪儿？在我城主府内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今天你带这么多人过来，这就是专程请我去一趟城主府的，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主人，这可能是个陷阱，说不定他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古宗门的仙子，他只是想引你离开塔镇的范围。行吧，既然你都亲自来请我了，那我就去一趟。主人，这急切的表情好熟悉，对，在城主府的地室里见过。地室石壁上挂着一幅仙子的人像画，画中的仙子有着和他一模一样的仙纹。难道画上的人是他？他和那位上古宗门的仙子认识？不，那位仙子从小在地室长大，根本没接触过仙界。既然你为了安全带了这么些人来我这里，那我去你那边自然也不能空着手过去，大家都是为了安全。行，我在这里等你。曹和大人，他明显是想到了一些能够防备我们的法子，让他防好了，无论他怎么防备，也不会想到那是一位还保留着仙力的仙子。主人放心好了，师妹，主人并不是上当。前段时间主人刚找我画过城主府的地形图，他刚才那副不顾后患的模样，分明是早有预谋。不过他们想要干掉我的想法肯定是真的，所以回去取一些灵草带在身上。我知道了，更何况我和师姐都有仙灵之泉恢复的仙力，也足以应对他。那个临仙城的城主刚才竟然在紧紧盯着我的仙纹看，听说城主府的人对仙奴都有病态的发现。之前有个仙子连仙纹都被磨破了皮，我的仙纹可不是别人能碰的，谁碰就杀了谁。你们把这些灵草带上。好的，主人。聚元草只有你能用，带上一盒。好的，主人。哎呦，对不起，主人。出去做正事的，别冒冒失失的。这次去城主府，可是去给他拿千支曼罗剑的。我严重怀疑，那仙奴手册上描述的跟神兵一样的家伙，到底是不是他的专武？主人，刚才好像就碰到我的仙纹了，不行不行，总不能杀了主人。碰到，那边就碰到了。系统提示：仙奴云清河忠诚度+2。哎，不是，怎么突然撞一下还能加2点忠诚度呢？我们准备好了，你们走前面带路，后面的士兵原地向后转，后排变前排。怎么回事？明明是我的精心策划。好好看着，今天城主府可是有客人过来。临仙城的重建并不是恢复城市里的经济，而是优先于城主府的翻修。在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魔潮淹没的大背景下，所有人都是心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思，根本不会顾及什么长期考虑。曹和大人，带着他们也没用，林恒那家伙肯定是有所准备才会跟来。那还是按照计划行事。是。随我来吧，那仙子就在我府上。城主大人，好好看着，今天城主府可是有客人过来。这样的城主府，真的和看门的狗一样。哪怕是我刚刚被妖人抓到准备贩卖出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仙奴会有如此的下场。对于常住于市井中的普通人而言，仙奴往往是被用来充当发泄的工具，滋养灵根的容器。可在这荒谬的城主府中，仙奴甚至连工具都算不上。师姐，以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吗？那师姐以前也是这么遭人？我还好，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被抓来的时候就被曹和定为了作为雪冰尸妖儿子以后的仙奴，所以倒也没有人会对我动手。那还好，当然遇到主人那便是更加幸运的事情。
除了我们现在的主人外，根本就没有第二个奴主会给予我们现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穿越者，即便我对如今的事态越来越了解，也低估了在魔潮冲击之下，人们所展现出来的极度阴暗面。系统提示：云清河忠齿度+3，仙奴云清河忠齿度+1，仙奴云清河忠齿度+2。云清河忠诚度一路飙升到了79点。城主大人，雪冰大人也来了。贵公子昨天也来了府上，还在这边逛了逛。他来这里做什么？说是看看他舅舅这里还有没有新鲜的仙奴供他取乐。雪冰大人的公子说最近想喝牛奶了。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忘记曹河大人给你的吩咐了。这里没有曹河大人的允许，谁都不能进来，包括我儿子。是，所以昨天公子来这里后，我就赶紧送他回去了。最后公子还让我陪他玩了一场捉迷藏。行了，做正事吧。好的，大人。那边应该就是仙子们缔结奴灵印的房间，不过我从未去过，只知道每次仙子们被带进去，都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出来。他是怎么？城主大人，他们是来做客的客人吗？怎么，你认识他？不，那个青年我不认识，但他身后的紫衣仙奴我印象深刻。雪冰大人，您忘了，他就是城主大人送给贵公子的满月礼。所以那个从我府中逃出来的仙子，就是林恒身边的那个紫衣仙奴。仙奴而已，换一个就行了。这边请。这里原来是一个花园。不对，主人，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花园其实布置了一个构阵。构阵？但这个构阵没有危险。虽然我不认识这个构阵，但通过摆放结构来看，应该是用于对外释放某种信号。接下来小心一点就行了。就是这里了。为了隐藏，这花坛中尽是曹河专门采购回来的特殊泥土，除了他们血病尸妖的天生蛮力外，普通的人或妖根本无法动半分。那仙子就在下边。林恒，那仓历主事的职务，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不了，我还是之前的回答，不喜欢做官。既然你不喜好当官，那我们就做个正常的交易如何？如今灵仙城的储粮已经见底，你只需要给我一些粮食，我就将下边的仙子换给你。粮食好说，正好我粮仓都快装不下了。管你想换什么，来都来了，难道还能空着手回去不成？那走吧。比起邻居老张家祖坟下边的地道，城主府的地道明显要宽敞许多，不过这往下的通道远比想象中更深。唯一的变化，便是通道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敞。师姐，马上就到了，怎么突然停下来了？累了，歇一歇。主人，记得家对面的那个地道吗？那个魔物的危险气息，我和师妹在这地下深处也感受到了，并且还伴随着一股暴躁的灵气从下方蔓延上来。那这次有把握吗？如果算上主人给我们的灵草，并且让师妹也服用聚元草，提升实力的话，全身而退应该不难。这通道比我们那边的通道好走，我和师姐也能带着主人一起逃出去。不对，哪怕是曹河真想要干掉自己，也不可能是在这里下手。而且看看曹河的表情就知道了。这里怎么会有人？奇怪，昨天我明明看见舅舅带着一个仙奴进来，怎么这下面连个人影都没有？是父亲，还有舅舅，而在后边的是……那是舅舅许给我的灵气，我就要它，就它我还没有玩过。原来对方不是什么魔物，而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小妖。我要躲它，把它压进兽卵，
我就要他。对方的确不是魔物，但我并不觉得错杀了谁。你杀了我儿子！刚才那一瞬间实在是太快了，在我儿子从旁边窜出来，然后被云清河所杀的时候，我脑子里甚至都还在想着我儿子小尸妖为什么会在这里。结果不等我得出答案，我儿子就已经成为了眼下的一具尸体。雪碧，因为我分明看见小尸妖是被某种仙术所杀，这个消息之前赤虎就向我们汇报过。当时不管是我还是雪变尸妖，都以为林恒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办法让他身边的仙奴办到的。毕竟在当今灵气枯竭的世间使用仙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刚才那一瞬间，甚至都没有任何预兆，那林恒身边穿着白色流云纱衣的仙奴，抬手就将小尸妖杀了。震惊的同时，我也深感自己的计划是对的，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或妖来对付林恒，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我城主府上的人再多，那在仙术面前也不过是挥挥手的功夫。甚至于我还在想，林恒那贫民窟上的那么多仙奴，会不会都会仙术？30多个精通仙术的仙子，哪怕是在仙古时代，也算是一个小的仙家宗门了。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是自觉林恒这个麻烦，可能也只有下边那个仙子能够解决。你先冷静一点。曹河大人，你要我怎么冷静？看看那躺着的人是谁？他可是叫我父亲，叫你舅舅啊！我知道，你现在很愤怒，但然后呢？你真觉得你动得了他？没错，那个仙奴刚刚施展的，肯定就是赤虎曾经跟他说过的仙术。为什么仙奴会在魔力几年以来变得如此地位低下？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仙术，让妖人们抓住了地位颠覆的机会。可是当仙奴有了仙术之后，我们这样的妖人可不敢再如使唤猫狗一般的对他们居高临下。毕竟在仙古时期，我们这样的小妖最好的归宿就是去一个强大的宗门当杂役。那你要我怎么办？杀我儿子的仇人就在面前，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按照原本的计划吧，等到事成之后，你儿子原本的仙奴会下去为他陪葬。那个杀了你儿子的仙奴，我也交给你来处置，怎么样？因为曹河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不管林恒的人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就只有忍着，不要破坏原本的计划。可是作为父亲，我又怎么可能不火大？但我心中却也清楚，现在在我身边的并不是小石烧的舅舅，而是林仙城的城主大人。好，曹河大人，但如果计划没有成功，我就会用自己的办法了。小盒子，你有完没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把你儿子的尸体埋了吧。好，你小心一些，毕竟下边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去过，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毕竟在血并尸烧府上也待过一段时间的我，对小尸妖的了解可比云清河多多了。自己师妹把他杀了，那简直是大快人心，还妄想喝牛奶。哼，问过主人了吗？但我也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不用怀疑，如果我现在有任何危险的动静，我不仅无法报仇，甚至连我自己也会下去陪我儿子。你们都给我等着！血都溅我裤点上了，不好洗的。而且我听说狮子血滂臭。对不起，主人，我回去帮你洗好了。算了，回家后你还是老老实实床上待着，多给我生几个。我现在好多时候都能一次生俩。刚把自己儿子杀了，结果他们转头就叼起情来了。抱歉了，曹河大人，
你的计划我是等不到了，这个仇我要亲手来报。走吧。宋仙，小盒子，你有完没完？又来找我，又来找我，你烦不烦啊？要是你没带灵草过来，看我不好好收拾你！那个上古宗门的仙子，应该就是她了。她的年龄看上去不大，精致的脸蛋上还有一些未脱稚气的婴儿肥。从她青涩的面容来看，恐怕也就只是刚刚成人的女子。只是除了相貌有着仙子那超凡脱俗的容颜，可她看上去就很平平无奇啊。没错，就是平平无奇。仙奴培育手册提示：对方灵根进度50%，已满足仙奴培育条件。竟然就刚好卡在及格线上。要说不失望，那肯定是假的。那50%的灵根进度，总不能才刚刚筑基吧？宋仙子，你先让我起来。记得前几日我跟你说过的事情吗？前几日。主人小心，他的身上有灵气存在。拥有灵气的仙子，但现在都已经是魔力纪年了，怎么可能会有仙子自身就拥有灵气？前几日你说，因为那个新来的奴主，我可能要一辈子在这地穴里。母亲在梦里将宗门历代守护的信物交给了我，并告诉我，这个信物能够呵护我的灵根，免遭魔潮的侵袭，可以随时保护我。而这件信物真正的主人，就是我从未谋面的姐姐。随后，我的母亲又在梦里给我的仙纹上结了一个特殊的法印。只有当我的姐姐取走信物，确保了我能够跟随在姐姐身边，法印才会自动解开。一场梦后，当我从梦中醒来，就发现我身边已经有了母亲在梦中给我的信物，以及我额头上的特殊法印。可是我都已经被困在地洞多中了，还怎么去找人？就是你们，几乎将林乡内所有的仙子都买去了。我要杀了你！主人，她是火灵根仙子，实力应该还不到元婴，只是距临近中期或者后期。不过主人，她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友善啊。那你们没问题吧？即便仙灵之泉只恢复了些许实力，但如果我和师妹一起上的话，甚至都不用聚元草。那你们陪她玩好了，别太欺负小姑娘。怎么说，她也是第3个满足仙奴手册的仙子，以后留着还有用。怀里提前准备好的灵草简直都多余了。喂，那个买仙奴的家伙，你没听见我在叫你吗？我可是打算杀了你！等，别打了，别打了！我答应你们还不行吗？我现在就过去跟你们主人聊聊。哦，可恶！自出生以来，我就没被人这么羞辱过。听说你想谈谈了？谈？哼，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谈了？看来小妹妹还是不够听话。要谈就和我姐姐的树宝宝谈去。怎么回事？好像是那股魔物的气息。来了。树宝宝，抓住他们！就是你，敢打我的屁股！这是我体内的灵气，都好像被藤蔓给束缚住了似的。还有你！对了，还有你，你是他们的奴主。
这次真要商量了？这人不会是个傻子吧？当时我的一只手都开始在怀里摸索着各种各样的木盒，看看该用什么招灵草应对。但是当那藤蔓将云清河缠绕之后，我就重新变得从容，甚至还浮现出了如现在这般轻松的微笑。因为我的仙奴手册就在那一刻传来了提示：仙奴云清河境界提升，境界化神初期已衰退。毕竟仅仅20岁不到的我，并没有经历过上边世界的残忍，更没有杀过人。树宝宝，给我把他也抓起来！住手！树宝宝，怎么你不听我话，反而去听他的啊？把我师姐也松开！怎么会这样？树宝宝，你不是要保护我吗？云清河已获得千之曼罗剑，曼罗神女头衔作用已解锁。曼卢神女掌握最纯粹的元木规则，她是仙界5大神女之一，以此剑之名，可完全复刻曼卢神女。解锁构阵云上绿洲，解锁构阵林中守卫。没想到红发仙子无法抗衡林恒身边的2个灵气随从，更没想到那恐怖树人会以这种方式臣服于云清河。姐姐！对方根本就没有任何恶意，但问题是，你刚才叫我什么？姐姐，我是宋金鱼啊，我找你找了10年了。宋金鱼，母亲没告诉你吗？自小就在韵灵宗长大，哪来的母亲？非要说的话，宗主就是养母。但是你就是我的姐姐，我不会认错的。姐姐，你看，好像真的和我的仙纹一样。突然被叫一声姐姐，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哟，小妹妹，看来是找到亲人了吗？你是师姐，她叫我姐姐。既然叫你姐姐，那她不就是你妹妹吗？明明是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多一个妹妹？所以你是我姐姐的师姐，那我该叫你大姨吗？你叫谁大姨？小姑娘，格局小了啊！无论什么世界，女人的年龄永远是禁忌。哼！即便我有700年的仙龄，但是按照人界的说法，我的年龄也才27。清河虽是我师妹，但我们在年龄上几乎没有差距。那姐姐是年龄21，仙龄500年。哦，干嘛你们？一个近1000岁，一个半个千岁，难道自己作为器主，还要叫你们千岁、千岁、千岁？他们的麒麟印没有发作，他们只是单纯的好奇。巧了，我今年25。当初宋京君达成交易时，我就知道宋京请君是在找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他找的人是他的姐姐，更没想到他姐姐就在连横身边。坏了，城主大人，你这么着急回去，是有什么事情？要不你们再聊聊，叙叙旧。小盒子，所以你之前要我对付的人，就是我姐姐。我。这是林仙城御景魔潮的警钟，钟声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响起？糟了，糟了！这钟声肯定是那个家伙敲响的。是眼甲魔熊，和上次魔潮中的魔纹战马一样，都是巨灵境实力。救命！救命！你怎么在这里？少爷，我当然不可能忘记林恒。我一直蹲在这地洞附近，就是想把宋鲸鱼带出去，从林恒那边一口气赚来50枚灵石。哼，对于这个妖人，我更不可能忘记。来到林恒身边之前，这个妖人就是我的卖家。师妹，
仙灵之泉的作用好像要消失了。感觉到了。姐姐，交给我好了。不愧是火灵根仙子，论正面战斗力，火灵根仙子的天赋更强。水灵根和木灵根的主要作用还是辅助能力，正面强攻则是火灵根仙子更擅长。之前能占下风，不过是彼此境界差距太大。我现在的灵力应该来到了元婴境，但强行提升实力，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反噬。就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少爷，他们怎么会仙术？仙子会仙术，不是很正常？正常个大西瓜！现在可是魔力纪年啊！他们都是少爷的灵气随从。红头发那个还不是？少爷，其实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仙子。哦，让宋京河成为灵气随从这件事，让云清河说话更好使。可我真正在意的是这家伙寻找仙子的能力。算上云清河和宋京儿，他已经发现2个符合器灵手册条件的仙子。百年老店还是有些实力。上去之后跟着我干再说。不行，少爷，我那店还开着。这个家伙是在地下待了多久？之前我去试食时，他那百年老店已经成了废墟。他带着100袋灵石出门时，正好赶上魔纹战马魔仇，所以这家伙一直都在地宫坡附近想办法。他简直太有职业精神了。但是你店已经没了。店没了？上次魔潮，魔纹战马踏平了整座灵仙城，包括你那家百年老店。上去之后，你自己看看，再给我答复。主人，既然宋青瑜是师妹的妹妹，这次目的应该方便很多。估计事情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顺利。这魔潮终于是结束了，他的灵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枯竭。姐姐，我知道的，母亲跟我说过了。我之所以还能维持灵气，只是因为姐姐的信物而已。现在姐姐已经将信物拿回去了，我体内的灵气自然也会跟这世上的仙子一样枯竭。他吗？姐姐，你也不用再将它给我，或者为我恢复纹力了，因为它被姐姐带走后，就再也发挥不出这样的作用了。而且母亲也吩咐过我，包括我在内，任何人都不能再从姐姐手中将它拿走。主人，你要不要看看？他不是刚才还说不能让任何人碰这把剑吗？怎么转头就给别人了？你拿着就行了。既然魔潮已经结束，先上去好吧？好。你真的确定我是你姐姐？仙文一样，信物也认姐姐为主人了，不会有错的。可我从未听宗主提起过此事。但这是真的，姐姐，你看我的仙纹，是不是比之前都少了一圈？那就是母亲为了我安全才给我缔结的仙印。只有当姐姐拿走信物后，我才能够离开地穴，跟在姐姐身边，听从姐姐的吩咐。你刚才说你母亲让你听我的吩咐？姐姐是我们母亲。对啊，即便母亲不说，我也肯定会听姐姐的话的。毕竟姐姐，你现在可能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可千万不能不认我这个妹妹。那好，我可以承认是你姐姐。所以你什么时候让主人缔结奴灵印？啊？怎么刚姐妹相认，姐姐就非要我成为别人的仙奴？成为仙奴后，连吃饭喝水都要看脸色，还要每天被强迫做那种事情。所以姐姐，你是那个人的仙奴的话，他也天天强迫你。强迫？那并不算强迫。其实主人给了我不少自由行动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我是主动完成主人工作的。啊，姐姐你主动的？姐姐骨子里明明还有仙子的骄傲，怎么就主动去做那种事情了呢？抛开睡觉，我一天有2-3个时辰的休息时间呢。天哪，一天到晚除了2-3个时辰外，姐姐都在和他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哦，对了，睡觉的时候其实也算是在完成主人的吩咐。连睡觉的时候都不放过，那个人的体力就这么好吗？反正主人给我安排的工作又不累，无非就是躺在床上慢慢悠悠的就生出来而已。生？我是为主人生产灵石的。姐姐，你说是你能生产灵石？那个人和认知中的奴主好像真不一样，竟然还是一名强大的构阵师。
而且听姐姐的语气，就算在仙界的生活，都比不上在她身边的自由。我现在灵根枯竭，随便一个妖人都可能抓走我。如果她真如姐姐所说，确实是一个好归宿。可是，总之你考虑考虑吧。如果你想认我这个姐姐，就成为她的仙奴，这也是为你好。姐姐，就算现在的仙子注定会成为仙奴，难道我就不能换个人吗？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对主人有某种偏见？偏见？当然有偏见。刚进地丘的时候，他看我的目光特意往腋下挪了挪，那眼神里分明是毫不掩饰的不屑和鄙视。那个混蛋！少爷，你们怎么在这破地方找了个洞钻进去？这里其实是城主府。城主府？对了，算上这一次，我应该有2次魔潮没有回临仙城了。看来这2次魔潮下来，临仙城的变化果然很大。是回去看看，还是去我那边？少爷，今天你救了我，我非常感谢。要不这样，下次但凡有高级货，我一定免费给少爷送来。这次也多谢少爷救命了。走了。外面的世界比母亲在梦中说的还要残忍。如果不是灵根已经枯竭，我恨不得直接一把火烧在那些妖人的胸口。本来遭受魔潮后，大家都这么惨了，竟然还在怪身边的仙子。感谢主人。这些仙子竟然全都是这个家伙的仙奴吗？而且他们完全不像是临仙城的那些仙子一样害怕自己的主人，反而是感恩戴德。你们叫我什么？心中一咯噔，这个家伙终于要暴露对仙奴们残酷的一面了吗？对不起，林少，我们是真的很感谢你。行了行了，魔潮就当做放假，放完假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所以他刚刚黑着脸，只是因为不满主人这个称呼，更愿意让人叫做林少。可是叫林少的话，虽然也是尊称，但这称呼中的地位和威信，明显是要比主人差的。不懂了吧，小姑娘？这就是社会关联制度。老子怎么可能会蠢到脱离群众？这个家伙肯定又是在嘲讽自己。主人，他好像对你有一些偏见。原因知道吗？他告诉我了。只是这个理由，差点都没绷住。不过连这种事情都跟云清河说，就说明宋京河的确将她当做了亲姐姐。那让她成为我仙奴的事情也暂且不着急。毕竟得到千之曼罗剑后，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没搞明白。小平吧，你先在院子里老老实实的待着，你们先随我进屋。我知道他是让我在院子里别到处走，可小平板是什么意思？帮我从仓库取一些石砖过来。好的，主人。再把所有的灵石都取出来。在帝都中获得千之曼罗剑后，手册解锁了新构阵——云上绿洲以及林中守卫。林中守卫的构阵并不复杂，构阵规则类似我构造过多次的镇灵塔阵。这是……用力。好。就像面对死敌一样。是跟镇灵塔阵差不多的防御型构阵。不，师妹，它和镇灵塔阵不一样的。没错。对了，它能移动。我能在手册上看见，林中守卫还有升级选项。我没有升级，是因为消耗的灵气太恐怖，一棵玄根古树要耗费100枚灵石，还只能维持1天。我当下还有一个构阵，对灵石需求更极致。云上绿洲的需求不只是使用石砖这么简单，整个构阵必须使用灵石。算了，先将这些灵石收起来，以后再说。主人，是不是灵石不太够？差多了。
刚刚只是尝试排列，我就发现它需要成千上万枚灵石，但云让离晶的作用却绝对值这些消耗。对不起主人，这些天是清河炼剑多了，以后我不炼剑了，就一直为主人凝出灵石。倒也不怪你，差的也不是几十枚、100枚这种数量，把你的灵力耗空，也凝不出这么多灵石。那还有别的办法吗？别的办法？对了，曼罗神女的头衔作用能让千支曼罗剑复刻曼罗神女。你过来。主人，要耗尽我的灵力了吗？既然主人需要，那就耗尽自己好一些，就是最极致忍耐。你把剑放上去就行。啊，主人，我放好了。他竟然能像我一样凝出灵石，从独一无二到现在可以被一把剑取代，这就好办多了。你跟在我身边时，也不会耽误灵石生产，还能做别的事。对啊，凝出灵石的工作已经有千支曼罗剑完成了，那么我就可以随时跟在主人身边了。而且主人还说能给我更多自由。那主人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吗？估计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要做的工作就是作为姐姐。难怪主人平日里和师姐看起来更亲密。我是不是该模仿师姐成熟的说话语气？走吧，出门看看你新领回来的妹妹。哦，原来主人说的姐姐是宋金鱼的姐姐吗？原来这就是巨源草吗？听说种植它的要求极为苛刻，没想到还真的能有机会看见。在研究巨源草的种植方法。我才没有，我在地底下种了好几次都失败了。红头发的小妹妹，不吃饭可是长不大的哦。毕竟这小院就是灵衡的，田里的灵草也肯定就是灵衡种的，那么灵衡肯定是知道种植出巨源草的方法。走了，出去逛逛。喂，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难道真的不考虑将巨源草的种植方法说出来吗？哪怕是以成为你的契约仙奴为条件。看在姐姐的份上，又不是不能商量。想想你刚来我这里的反应，估计还真是你妹妹。我刚被带回来时，也因为抗拒灵印吃过不少苦头，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的我，已经认可灵衡这个主人。有的事情，不是主人求你，而是你去求主人。可是姐姐，那个家伙成为他的仙奴真的有这么好吗？这里确实不同，可我就是受不了被人使唤。这次出门，我是特地来检查贫民窟里的镇灵塔阵。依靠这些镇灵塔阵，整个贫民窟才抵抗住了魔潮。可这些塔阵的石砖多少有些破损，需要我亲自修补。不过我也不着急，下一次魔潮估计还有段时间。出来修镇灵塔阵，也算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主人，回头我再跟他说说好吧？我知道，主人想把宋琼入培养成和我们一样的仙奴。事实上，我也的确有这个打算。不急的，该说的你也说了，接下来等着就行。只是等着吗？叛逆期的小屁孩罢了，等时间慢慢磨一磨他的性子就行了。强行缔结灵印，只会让他反噬得更厉害。好不容易寻到的优质仙奴，不能让他白白损耗。宋鲸鱼和云清河最大的区别，其实不是叛逆性格，而是他长期待在地穴中，精力尚浅。林少，怎么？林少，多亏您的这些石塔，让我们安然挺过这次魔潮。你们都是给我做事的，我当然不会让你们出事。不过你特地过来，不只是感谢吧？确实，但感谢最重要。林少是这样的，之前魔潮入侵时，我拿了几块灵石去魔潮边缘打探线索，结果在翻过灵仙山的时候，我看到了几个西域茁壮的妖人，应该就是之前说的游牧民。正好林少不是对仙奴感兴趣吗？明天他们会路过这里。嘿，我还打听了一下，他们的头子是个老狐妖。狐妖？对，他的手下说，那老狐妖正在寻找有权势的富商和官吏，然后成为他可以依附的郎君。林少如今也是这富饶之地的一方领主了。不过这家伙都说是老狐狸了，估计很麻烦，没必要浪费精力。先帮我打听他手底下的仙子背景。是。红头发的小妹妹，不吃饭可是长不大的哦。不需要。
所有的食物。好，主人，先让清河再劝劝他的妹妹好了，毕竟他一个人在门口，也放心不下他对主人的灵草动手。也行。那我过去看着他。我相信主人应该有办法让他心甘情愿成为主人的仙奴了，对吗？今天又是下地熊，又是修补镇灵塔阵，已经把我累得够呛，只想泡泉养养身子。但是主人是否想过，让他真正像我和师妹这样脱离灵印，也从心底忠诚于主人？来日方长。我相信主人的方式确实能让大家打心底认可，但是其实也有更快的方式。主人，你想想，师妹是从什么时候变得没那么抗拒的？你来的时候。没错，我作为师姐可以引导师妹，哪怕她是死脑筋的木灵根，而师妹以姐姐身份应该也可以引导暴躁的火灵根，不是吗？那既然帮主人想到了办法，主人可以给予天牢恩赐吗？水灵根的仙子极其渴望滋养万物，我疲惫的身子也正好需要水灵根的疗愈。将近300忠诚度的水灵根仙子根本不用让我费劲，他会自觉地用灵根温柔缠绕经脉。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是对身边的紫衣仙奴做了所有奴主都会做的事情。绝对是，不就是那紫衣仙奴实力强劲吗？而且他们现在还一边笑着，一边颇有深意地看着自己，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笑。真可恶啊！现在只恨自己灵根枯竭，否则真的一把火放出来。自己师姐好像是和主人密谋了什么。清河，到你了。哦，明明冷冷清清的姐姐，怎么被那个家伙一指唤，整个人就变得乖顺听话起来了？姐姐，你也要和他进去吗？这是主人交给我的任务。姐姐，你别啊！行了，小妹妹，你姐姐和我天天都跟主人泡仙灵之泉，早就习惯了。你怎么，又想和我打一打吗？刚才我和你师姐商量了一下，关于你那个妹妹，主人也觉得她是我妹妹，至少在她眼里，的确是把你当做姐姐了。这倒是，刚才在外边的时候，她还跟我说了很多她小时候的事情，包括她从小就在那地洞里长大，对于外界的一切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过。但好像我无论怎么劝说，她似乎都无法接受。其实我想告诉她的是，哪怕她真的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会这么劝。看样子，你好像并不介意把她当妹妹了。如果主人不允许的话，没什么不允许的，这是你的私事，我不管。再说了，我和你师姐已经商量好她留下来之后的事情了。主人真的打算留下她吗？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和你商量商量，怎么让她自觉留下来的事情。正好西域那边的游牧家族过来了，估计这2天就会有效果。今天够累了，先歇一歇，等阵眼里的灵石消耗完。主人累了吗？那我来帮帮主人好了。那小平板到底是不是云清河的亲妹妹了？姐姐，他们是在那边，只有1张大床的房间里休息。那是2张床拼起来的，如果是往常，那也是我睡觉的地方。姐姐，你们3个人一起？不过今天不行。之前你不是跟我说，就算不成为主人的奴主，你也能在这世上生存下去？当然。那你随我来吧。这位仙子，主人让我们今晚过来借宿一宿，麻烦了。没事的，没事的。既然是主人的吩咐，你们随便做就好了。我去为你们倒些水来。谢谢。姐姐，这里好像就是只有这个仙子，可我母亲分明在那里跟我说，仙奴是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我说，主人和别的奴主不一样，他赐予了我们更多作为人的权利，哪怕是在仙界，我们也无法像现在一般自由。姐姐到底在看什么呢？怎么会这样？这比母亲在梦里告诉我的还要夸张。你说我是你姐姐？
如果主人没有收留我，让我和你落到那西域妖人手上，你觉得作为姐姐我，还有作为妹妹的你，将会是怎样的下场？不要，姐姐！我和姐姐不能成为那样的仙奴。那现在，你觉得我现在的主人怎样？她作为魔力纪元的仙子，到底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来？至于那个家伙，除了那第一次看见自己貌似带着嘲笑的目光，好像也没多少真正让人觉得讨厌的地方。更何况，和姐姐比起来，自己好像是差的蛮多的。不知道主人少了自己的枕头，今晚是否会有些不习惯？但他自己却总觉得怀里空落落的。满了。啊，主人，刚才好像是有一种很温暖的被灵力充盈的感觉。你记住这种感觉。9名神女的贪欢解惑台解锁进度100%，获得解锁次数1。昨晚我明显感觉主人像是在释放什么不满，连现在灵脉都有些酸胀。原来它不仅能解锁未显示功能，还能预知下个忠诚等级头衔。这个解惑台，它简直就是升级高等科技的控制台。第二个选项只是提前显示头衔，无法立即使用，对我没有实际效果。反倒是千之曼罗剑，好歹是云清河的专武，只躺在富灵阵里凝灵时，确实屈才。繁衍构阵，应该就是复制功能。这样的作用，对于我来说的确很诱人。比如林中守卫，就是完全符合原木规则的构阵。如果能将它大批量生产，恐怕以后的天虚国就不是什么总制司说了算。云上绿洲，那可是需要成千上万的灵石。就算多造富灵阵，让云清河和藤间一起凝，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能凝，单点产出也有限。尤其云上绿洲的构造条件，一口气要花成千上万灵石。主人，你好像心情不是很好。睡觉吧。好。昨晚我明显感觉主人像是在释放什么不满，连现在灵脉都有些酸胀。缺水补水，缺钱挣钱不就行了？据说西域家族很早和天驱国国都有畜牧交易，族长都富得流油，而现在他们正在往天驱国国都迁移，正好会经过临仙城。我不介意跟他们谈一谈外贸交易的事情。经过昨天的魔潮，正在迁移的西域家族肯定损失惨重。那么迁移路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粮食。而在我这贫民窟中，最不缺的就是粮食。更何况我这仙农灵田里还种着价值连城的灵草。林少，林少，你先吧，夏少。林少，西域来的仙子气质和体魄都很特别，绝对是极品。那种长期游牧养出的灵根气息，别有风味。你真不去招几个？你已经见到西域的人了？可不是，刚才好几个自称西域来的妖人过来了，还带着几个西域仙子。林少，那些西域妖人说，他们的族长想和这块土地的领主聊聊，还送了3名仙子过来示诚意。原来我刚打算去做外贸，对方就已经率先开始外交了。他们人呢？就在那边，他们忌惮我们这里的石塔，没敢贸然过来。刚经历魔潮，这里却还欣欣向荣。但凡长了脑子的，都会觉得我这里不简单。而那些耸立的石塔，哪怕没有触发，也极具震慑力。对了，林少，那送来仙子的妖人们，就是我昨日说的西域老狐狸手下。那送来仙子的妖人们，就是我昨日跟你说的那位西域老狐狸的手下。又是老狐狸。这帮精明妖商，不会反复在重要客户面前提对方不感兴趣的事。你知道那只老狐狸有什么来路？他们家出过一只狐仙。妖仙？这我倒是穿越以来第一次听说。没错，其实我也是今早才听牛哥说的。说重点。是。总之，他有个女儿在仙古时期成了仙，这也使得沙狐一族很早就在西域稳住根基。后来魔潮入侵，仙界仙子都坠到了人间，反倒因为他女儿在仙界游历过，
沙狐一族在魔力纪年后，成了西域最大的仙奴商人。想找高质量仙奴，可以走他那边途径。他那边有什么需求？做生意，当然要先弄清楚对方需求。从沙狐家族目前状况看，应该缺食物、帐篷之类东西。毕竟刚经历过一场阵势不小的魔潮。不过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他明显还知道一些别的信息。牛哥跟我说，那老狐狸一直以来都有个真正需求。什么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那老狐狸是个寡居多年的商主。别的需求还好说，这种需求就算了，不合适也没必要浪费精力。这位大人，您就是这灵仙城的城主？灵仙城已经完了，不过这里的确是我的地方。来，这是我们沙狐夫人的一点诚意。经过家族长期规训，他们比市面上的仙奴更加听话。他们和灵仙城那些商品仙子最大差别还是眼睛。灵仙城那些仙子的眼神是绝望和无助，他们这里却只剩麻木。至于灵根净度，我早就看过了，17、20、22，根本达不到手册要求。他们就算了，他们已被规训过度，或许更听话，但不符合我这里的管理制度。为什么这里的仙奴会卖力为我办事？因为大家相信，在我带领下会有更好的未来。大人，可这礼物必须送到。看来你们夫人还挺重视。那你直接说，你们找我的目的好了。那好吧，沙狐夫人的意思是，能否允许我们家族在附近驻扎，只待几日，我们便会主动离开，绝对不给大人添麻烦。沙狐家族肯定是因为昨天魔潮，需要暂时找地方休整。领邀着我这片富饶贫民窟，显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一方领主来说，突然多一个邻居，多少会有误会和摩擦。不过我不一样，整个贫民居窟都被镇灵塔阵包围，想闹事也得先问我的石塔。没问题。原来沙狐一族的名气都传到灵仙城这边了。如今这世道上，即便咱们两家是不同地方的势力，也该好好交流交流管理经验。扎个营地这种小事，还特地带礼物来，显得生分了。不过我听说你们沙狐夫人在西域是个有钱的商人啊？对啊，大人也听说过我们沙狐夫人。那当然，大名鼎鼎的沙狐夫人谁不知道？更别说你们沙狐家族。林少根本是这2天才听我说过吧？早知道，我的态度就不用这么刚伟了啊！不过这礼物吧，仙奴我的确不需要。按理说我也不该找你们要什么礼物，但我真不要点什么，好像就是不给夫人面子。就100枚灵石，意思意思。100枚灵石，都够买好些这样的仙奴了。林少爷真是很有当商人的潜力。好的，大人。不过我现在没有带灵石过来，我回去之后一定禀报沙狐夫人。去吧。夫人，对方同意是同意了，只是边界也会加亏。100枚灵石吗？口气不小啊。算了，先说说我让你关注的事情。当然关注了，当然关注了。那位大人很是年轻，气势也很足，应该符合夫人的需求。是吗？看来，回头我是得找机会约见他了。主人，需要等师妹和那个小姑娘吗？不用，他们在那边有吃的。也是，现在主人的领地里，大家都有多余的粮食，也不差1、2个人的饭菜。妈的，这可是高端货，也就只有盛产丝绸的西域才有。快，你赶紧试试。主人，那我先收拾了。林少，你怎么又过来了？我不是住在咱们贫民窟的边界嘛，所以就正好碰到那边有人过来了。那边，知道了。主人是要出门吗？边走边说。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他刚吃完饭不久，不过又吐了好一阵，现在在那边仙子的家里休息。吐？难道仙子久了没尝过人界的食物，突然吃这么一口还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正好看见了西域那边的仙子，他们在边干活边吃饭。他们怎么了？
他们吃的是地上的杂草，而且其中还有一些野兽的粪便。别说是亲眼所见的女子在吐了，就连刚刚吃饱的自己都差点没忍住。当初他指挥仙奴们将贫民窟的空地清扫出来的时候，就闻到过那些恶心的气味。只是，沙狐家族真的会这么缺粮食吗？林少，果然是他们。好久不见，林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你们过来干什么？既然林少你直接问了，那我就说了啊，林少，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以前的交情上赏我一些吃的？是啊，林少，我们的粮食都没少，我们一些吃的吧。原来是要吃的，可如果有人吃了我的东西，又在背后捅我2刀怎么办？您说是吧？咱们以前就有些交情的赤虎大人。林少大度，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之前其实也是为了活命。行了，赤虎大人，我记得您好像很熟悉管理的工作。林少，你放心交给我好了。这件事我必须帮这位老妖把管理工作做好。行，等会儿我派人给你们将粮食。清河仙子，连这个家伙都还活着吗？是我啊，我楚子河。不熟，你忘了，在仙界上我还追求过你，师姐。呸！林少，既然你让我协助管理，那么这个烦人的家伙交给我就好了。我向来喜欢安静。明白，林少，看我不把他嘴给撕烂。主人，我和他真不熟。一晚上没见，就朽木开窍了。一晚上的时间，主人是否有想念这种感觉？哟，林少，正好，我跟你分享什么？一个好宝贝。这可是我花粮食从西域妖人那边掏来的。在临仙城，你有再多灵石都买不到。而且啊，这可是能够提高你战斗力的好宝物啊！这黑色丝绸材质的东西，他妈不是丝袜还能是什么？林少，我可是听西域的那些妖人们说，这宝贝还是仙界那什么五元仙尊发明出来的。好像地界奴隶也没那么痛苦，都没有感觉。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奴主是会给仙奴下达任务的，而在灵衡这里，姐姐和那个实力强健的水灵根仙子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工作。你吗？老实说，虽然我早就惦记着要绑定一个火灵根仙奴，但在灵赌的就业问题上，火灵根反倒没有更偏辅助系的，水灵根或木灵根仙子好使。你不能让我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很厉害的，才不做那种谁都能做的事情。连这都没有触发奴灵印吗？还真有一件事情可能只有你来做，而且以后你每天都要花6个时辰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这么长时间？好痛！怕痛就老实点。至于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在院子里种植灵草。我看你在那地宫里也种过一些，多少是有些经验的。种灵草？真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灵草。要知道，这可是我在地洞里培养了10几年的兴趣爱好。早知道他说的是这种事情，那刚才还抱怨什么啊？刚才的那一下奴灵印效果，简直是白挨了。没错，回头我跟你说说一些你不了解的灵草特性，你学会之后，就每天自己去种。作为奴主，他竟然还会教自己种植灵草的知识，保证完成主人的任务。师姐，我怎么感觉主人好像在奖励他？主人向来仁慈，就跟他让我在这特殊的构阵上看书一样。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为什么他突然就主动想要成为主人的仙奴了？你这个姐姐都不知道，还没问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位沙狐夫人应该很快就要派人过来了。先来仙灵之泉准备准备，等会儿出门。主人，让师妹和鲸鱼妹妹去好了，我还没有完成主人今天的工作。对于云清河来说，穆听兰是他关系最好的师姐，那么在宋京云眼里，云清河又是他世上唯一的姐姐。让对方足够信任的老人去带新人，向来都是一种良性发展。也好，你们跟我来。仙灵之泉就是和主人一起进入泉水，借助构阵恢复灵气。这不就是一起进入灵泉修炼吗？果然，那家伙就跟母亲在梦里说的一样，仙奴在奴主身边，必须服从各种修炼安排。你最好别有危险的想法。
走了。姐姐，你等等我！就算那座仙灵之泉真的存在什么风险，那也不能让我姐姐一个人承担啊！修炼和战斗上的事情，多自己一个人，应该也能帮姐姐分担压力吧？过来，在这里吗？再离主人近一些。这是一种享受，哪怕是在仙界，也少有人能浸泡仙灵之泉。享受，好舒服，感觉有一股温和的灵气漫进了体内，暴躁的火灵根好像被抚平了。在灵气窟的世界里，竟然还能这样灌满全身。这是一个特殊的构阵，在和我浸泡了仙灵之泉后，会让你的灵根短暂的恢复一段时间。之前我和师姐去地穴找到你的时候，就是因为浸泡了仙灵之泉，才将我们已经衰退的实力恢复了些许。这样吗？原来他让姐姐和师姐，还有现在的我泡在水里，都只是为了滋润枯竭的灵根。换做别的奴主，肯定会先让仙奴做些过分的事，才给这种待遇。那么主人，今晚我能再像从前一样回家睡觉了吗？今天也没别的事情了。他的身子比以前软绵许多，看来因为银域仙姬的头衔特性，哪怕是木嫩的木灵根仙子，也会主动释放温柔了。等会儿要去一趟西域妖人那边，完了之后就回来休息。好的，主人。至于你，你也一起过去好了。摸头好不适应，可是为什么感觉不到任何恶意，反而有一股让人暖心的亲近感？正好现在没事，先跟你讲讲巨源草的种植条件。真的？巨源草的功效是提升化神境后期的实力，所以拥有聚集灵气的特性。系统提示：仙奴宋青云中制度加10，现在为11。果然，对极其喜爱灵草种植的他来说，投其所害是最管用的。等等，系统提示：仙奴云清河中正度加5，现在为89。主人不仅精通构阵，连灵草知识都懂得这么多，真是太厉害了。原来是这样，我就说为什么在地洞里的时候，那唯一的一枚巨源草种子竟然种植失败了。那么你还会教我别的灵草种植方法吗？原来姐姐说的没错，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奴主。有时间再说，浸泡结束了。哦。哎呦，红毛小妹妹，这才泡1次仙灵之泉，就被主人调得这么乖了吗？什么叫调啊？再说了，我哪有乖？我只是利用它懂那么多灵草知识罢了。连利用这种说法都没触发奴灵印，他心里8成想的是跟了个好奴主吧。主人，我现在能去小院门口试试看吗？去吧，反正出门还有一会儿。好耶！我可不是在主动为你工作，我可不是在主动为你工作。这上古宗门的继承人就是这么一个死阿娇。林少在家吗？好像是找你的。怎么了？外边来了一个狐妖，说是要邀请林少去西域那边做客。终于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走了。唉，我都还不知道巨源草到底有没有种植成功呢。算了，反正也是他教的自己，要自己做什么那就做好了。奴灵印，你他妈倒是发力呀！灵恒大人，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是沙狐家族的格桑多吉，叫我多吉就是了。我母亲白马梅朵就是我们沙狐家族的族长。原来是那个老寡妇的儿子，连他儿子都亲自过来邀请了，看来沙狐家族的诚意倒是不低。行，正好没事，过去逛逛。他竟然答应得这么干脆，这位掌管这片领地的年轻大人，对我们西域外来者一点防备都没有。是这样的，大人，母亲认为大人允许我们扎营，不仅仅展现了大人的大度，也为我们两地势力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所以母亲让我来邀请大人去我们营庄的交易所看看，而且也为大人您设了宴。那正好，反正也没吃晚饭。他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啊？难道他一点都不关心母亲为什么设宴？不关心设宴的目的是想和他聊什么？唉，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看上这么一个没有城府的夯货。希望不要最终选上他吧，否则我还得叫他一声爸。妈的，你爬这么慢，下次来魔巢了怎么办？给我爬快点！对不起，主人。对不起，魔巢可不会对你说对不起。喏，先把这捆草吃了，吃饱了还跑得慢，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多谢主人恩赐。姐姐，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做他的仙奴吗？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午，其中有个仙奴误把一株灵草混在了杂草堆里，结果还没等他碰到灵草，就被那些西域妖人用马鞭戳到重伤昏迷了。这样吗？可我最喜欢的就是灵草啊！我不可能不碰灵草的。我记得姐姐说过，她好像还会给仙奴灵草，是吗？放心，主人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这么对你。更何况，他有时候还会给我们灵草。奇怪，在西域妖人这里，反倒没有见到这些西域仙奴去做最常做的事情，甚至连夏风那般的粗言鄙语，也一句都没有。这里是我们西域的特产，暂时还没有被拿到旁边的交易所去。这些东西，在灵仙城倒是不常见。林恒大人眼光果然好，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好的。哦，林恒大人，注意到旁边的房间了吗？一下午能布置成这样，你们的人倒是勤快。为林恒大人准备，自然不能怠慢。真正的好货都在那些房间里，里面有珍宝，也有高质量的契约仙士。那些契约仙士可都是被我们沙湖家族训练好了的。契约仙士我的确感兴趣，不过如果没被你们训练过的话，会更好。没训练过的契约仙石有问题？没有，我明白了，林恒大人。你明白什么了？我这就亲自去为您找找。您可以先在这里随意看看，那些房间里的重要宝物，旁人不能进去，但您完全可以。行。对了，不是说你母亲找我？我母亲她现在现在怎么了？她就在这银状的房间里。不过现在是她磨爪子的时间。沙湖族的习惯，林恒大人不必在意。你看起来不像是不在意。林恒大人，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把契约仙池们找过来。他刚才那表情肯定有事。他既然带我进来，就是想让我看见这些东西。炫耀？不只是炫耀，这更像是谈事之前先把筹码摆出来。喂，这里有灵草的种子，你不来看看吗？灵草种子？主人，这些种子身上好像有灵气。应该是这些晶体在维持。如果离开晶体，里面的灵气维持不了多久。那为什么还当宝物来卖？灵草的种子多少会有灵草的一部分功效，效果虽然差很多，但放在现在也算罕见。种了这么久的灵草，连种子的基本特性都不知道。我那是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取出它们，并且完成种植。种子的效果这么弱，谁会往直接服用种子这方面想呢？这些种子等级太低，对我没什么用。主人要再看看别的吗？看看房间里的。下一个。你就看一眼。不合适。它灵根净度不低吧？3成左右。那在灵仙城已经算很高了。对别人来说是，对我不是。这些也都不行？都不行。你的要求到底有多高？不是高，是不符合我要找的条件。什么条件？装神秘。西域的妖人连这东西都有。你还看？我是在看牌子。牌子有什么好看的？五元仙尊。主人认识这个名字？听过。能做出这种东西的人，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修仙人。能把这种东西拿出来展示，说明沙湖家族至少知道五元仙尊的来历。主人想问沙湖夫人。等见到他可以问问。主人，那边好像有人，也可能是陷阱。多吉说他母亲就在营帐里，也说了他在磨爪子。喂，你又没有灵气，不要命了？你担心我？谁担心你了？好歹我和姐姐恢复了灵气，我们走最前面不就行了？主人，让我们先过去吧。小心点。不用你提醒。这就是磨爪子？静茹，别说了。谁允许你们在我磨爪子的时候进来的？你们是谁？我怎么从未见过你们？金灵根凡仙，仙奴手册竟然也能显示他的信息。49的灵根净度，倒还差一点。差这一点，我是隔壁领土的林恒。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态了。我是白马梅朵，沙湖家族的族长。这里是我的休息房间，你们先去隔壁坐坐，我整理一下就过来。好。
她就是格桑多杰的母亲，沙狐家族族长白马梅朵。她的气息不弱。金灵跟凡仙自然不会弱。凡仙，不过状态不太对。她身上有反噬的气息。明知道下午有安排，竟然还是没忍住。金灵根的反噬越来越难压了。当初若不是为了沙狐家族，我又何必强行成为凡仙？大女儿去了仙界，族里的根基总要有人撑着。可这反噬若再继续下去，别说打理生意，就连族中事务我也未必还能撑多久。若不是这反噬日日折磨，我又怎会被耗成这副模样？林恒现在急缺灵石。林恒，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林守主，我可以进来吗？这才像是用来会客的地方。刚才那间恐怕真是白马梅朵的寝室。营帐搭得匆忙，房间临时分隔，误闯也怪不得谁。主人，他会来吗？会。他刚才的反应不像单纯待客。不过他知道我的身份后，态度变得很快。刚才还一直打量我。林恒大人，真是让你久等了。仙奴与奴主同坐一桌，这可不是魔力纪年里的循规规矩。两位姑娘也请用茶，多谢。有劳。林恒大人，允许沙狐家族驻扎一事，我还没亲自谢过你，这点薄礼还请你一定收下。拿灵石就拿灵石，偏要做出这副姿态，狐妖果然会装模作样，这就是狐妖的媚感。当年运灵宗里确实有不少男修士被狐仙迷得神魂颠倒，主人呢？2枚？我说的不是100枚灵石吗？这宝里未免也太薄了。不对，这灵石外面的晶体有问题，里面的灵气比普通灵石浓得多。看来林恒大人终于发现了，我们沙狐家族的灵石都是用这种晶体来存储的。这2枚灵石差不多也能满足林恒大人的需求了吧？你拿去看一看，这块灵石里的灵气有多少？主人，这里面的灵气刚好相当于50枚普通灵石，2枚就是100枚普通灵石。梅朵夫人用心了。客气了，林恒大人。这样的灵石，我们沙狐家族还有满满当当几10箱。不管怎么说，我们沙狐家族也是西域最富有的势力之一。明知道我需要灵石，还主动展示财力，他想要的东西恐怕只会比灵石更珍贵。梅朵夫人，既然沙狐家族是经商的，那我们就用商人的方式来聊聊。林恒大人请说。我听多吉说，你打算在这边设一个交易所，方便双方以物换物。没错，前些天魔巢里涌出了大量岩甲魔熊，我们运输粮食的马车被毁了好几辆。现在沙狐家族最缺的就是粮食，所以你盯上了我这里的粮食？不是盯上，是想交易。我打听过，林恒大人的领地粮食充裕，沙狐家族愿意以绝对低于市场的价格拿出东西来换粮食。你能完全代表沙狐家族？不能，沙狐家族内部有好几个派系，即便我是族长，也无法替所有人做决定。比如，往西的方向还有几位长老，以及我大女儿管理的队伍正在赶来，估计今晚才能抵达灵仙山。所以交易所是给他们准备的，也是给林恒大人准备的。他们愿不愿意拿东西换粮食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只负责提供一个平台，而林恒大人也能在里面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对双方都方便，不是吗？这么说，交易所确实有些用处，但沙狐家族想要的真的只是粮食。他先拿出特殊灵石，又刻意展示家族财力，他真正想换的东西绝不普通。在他真正证明实力之前，我不能把最重要的目的说出来。对了，林恒大人，我昨天派手下来探路时，听说你的领土上有好几10个仙奴，可他们似乎没有看到除你之外的奴主。我想知道的是，他们都是与你缔结的奴灵印吗？没错。果然，他真正感兴趣的不只是粮食和交易所。林恒大人年纪轻轻，竟能同时承载这么多奴灵印，实在让人意外。意外？普通奴主能承载几个奴灵印已经不易，几10个仙奴
却都与同一人缔结奴灵印，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梅朵夫人问这个是想做什么？只是好奇。梅朵夫人不像只是好奇。林恒淡既然喜欢用商人的方式谈，那我也不该绕太远。我确实有一件事想请林恒大人帮忙。什么事？他这反应是什么意思？是林恒大人在里边吗？进来吧，我和林恒大人正好在喝茶。好的。见过林恒大人，见过母亲。你们都给我进去！进去后乖乖站好。蠢货！妈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做错了什么？看看你自己做的好事。林恒大人已经允许我们在周边土地驻扎，你倒好，就带这些低劣的仙子过来。妈妈，这真不能怪我呀。林恒大人交代过，不需要被调过的仙士，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也就只有他们了。不，还有，我们沙湖家族可不只是这些仙士。妈妈，你说的不会是？没有但是，我说的就是他们。先把这些低劣的仙子带走。好吧。你们没听到我妈妈的吩咐，赶紧给我滚！让你见笑了，林恒大人。其实我们沙湖家族还培养着一批即将成为契约仙士的仙子，那批仙子，我们家族不会让他们和普通仙士一起训练，通常也不会对外开放契约。曾经倒是签出过一个契约名额，91枚灵石，签给了总制司的一个老家伙。91枚灵石，不错。先吃饭吧，林恒大人。那批仙徒确实也能给我带来灵石收益，只不过他们赚灵石的方式并不是找一位契约主做一次性的买卖。仙厨除了交给契约主，还能怎么赚灵石？总而言之，林恒大人先吃菜，等这顿晚饭吃完，我再亲自带你去看看那批契约仙厨。毕竟他们挣灵石的时间都是在夜晚。林恒大人若是吃得惯，日后我再让人多准备些。味道不错。西域迁徙匆忙，能拿出来招待的也只有这些了。梅朵夫人客气。这些仙奴倒是真没规矩，仙奴能和奴主同桌吃饭，已经是极大的恩赐，他们竟还挑三拣四。若是我的仙奴，早该送去马场加练了。不过这副样子，倒让我想起了还没抵达灵仙山的大女儿。梅朵夫人似乎有心事，只是想到些家族里的事，让林恒大见笑了。沙湖家族迁徙至此，事务繁多，能理解。林恒大人，现在天色还尚早，要不要先随便逛逛交易场？至于仙奴那边，等晚些时候合适了，我会亲自邀请您过去。既然如此，那我先回去一趟。回去？梅朵夫人只是想交换粮食的话，我那边的仙奴也可以拿粮食去交易所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仙奴拿自己的粮食去买东西，他的仙奴竟然有私自存积粮食的权利。那好，既然林恒大人另有安排，我自然没有意见。还不肯说真正目的，看来他今晚之前不会轻易露地。那就回头见了，梅朵夫人。林恒大人慢走。主人，这次去沙湖家族那边好像很顺利。晚上那边会开一个交易所，用粮食交换物品。交易所？你去跟大家说一声，有什么需要的就拿自己的粮食去买。自己去买吗？竟然可以自己决定买什么东西，在仙界宗门时也未必有这样的自由。至于你们几个，平时都在我身边做事，吃用也都在这里，有什么想买的，就拿一部分仓库粮食去换。谢谢主人，谢谢主人。那我也可以去买灵草种子吗？只要别把仓库的粮食搬空就行。那我也要去。你跟他一起去，把消息带给大家。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就出发。走吧，小妹妹，待会儿你可得好好看看交易所里有没有什么灵草，能增强你作为仙奴的实力。仙奴的实力？当然就是像我和你姐姐一样的强大实力。可恶的大姨！你喊我什么？说你大姨！哼，算了，懒得跟你这个小板砖计较。你才小板砖！主人，
晚上的话，还需要浸泡仙灵之泉吗？不用了，沙湖家族目前没有敌意，带几株灵草防身就够了。营帐离贫民窟也近，真要出事，我也能回到镇灵塔镇范围内。那自己吃吧，反正你师姐也剩了点。谢谢主人。灵衡大人，赤虎托我带个消息，说临仙城内有一位从国都来的总治司长老。总治司长老？前些日子魔朝攻城，城主府都被荡平了2次，这位长老在做什么？赤虎没说，他只让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人，而且就在城主府里。就这些？就这些。以他的职位，能打探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辅佐君王的总治司，倒真沉得住气。不愧是灵衡大人的治理，今晚的这番热闹景象，甚至都赶上临仙城举办庆典时的灯辉了。临仙城的总治司长老，魔朝誓不露面，现在倒让赤虎递了这么个消息过来。也罢，眼下该去赴梅朵夫人的约了。灵衡大人，我母亲让我过来邀请你参加我们沙湖家族的节目，她那边已经安排好了。走吧。灵衡大人，我母亲为您特地准备的节目可是不一般。通常来说，都只有总治司那样的官吏才会得到我们沙湖家族的这般款待。虽然我没有去过仙界，但我保证，即便是从前的那些仙人来到这里，也会觉得旧日修行白费了。灵衡大人，您请，我先告退了。今晚一过，这位贫民窟的年轻领主，恐怕我就要改口叫一声父亲了。灵衡大人，多亏你让领地的契约仙奴过来照顾我们的交易所，今晚我们营地可是好不热闹。客气了，夫人，这也是大家各求所需罢了。那是那是，不过我刚才过来为大人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见您今天身边带着的2个契约仙奴，对我们西域的特色很感兴趣。哦，比如您那个年轻的红发契约仙奴，就用粮食换了好些灵草种子，没想到小姑娘竟然会对灵草感兴趣，只可惜现在已经种不出灵草了。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她身边的白衣仙奴和另一个紫衣仙奴。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没想到大人您那个总是冷着脸的白衣仙子，竟然会买下五元仙尊亲传的作品。而那位紫衣仙子更是，她可是买了好多同样也是用五元仙尊传下来的技术而制作的灵之丝靴。灵衡大人，你以后可是有福气见识灵异了。梅朵夫人，看来你们沙湖家族受五元仙尊的影响很深。那是当然，我们家族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是因为我大女儿曾经在仙谷灵岩的时候成为了真正的狐仙，再者就是我们沙湖家族拥有着仙界那位五元仙尊降下的神秘。神秘？灵衡大人没听说过吗？这件事在西域可不是什么秘密。第一次听说。那所谓五元仙尊降下了什么神性？灵衡大人，这个问题问出来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不过如果灵衡大人能够在今晚的节目中完成我为您精心准备的挑战，我们沙湖家族的任何秘密你都可以知道。挑战？灵衡大人，您不是想要灵石吗？如果完成今晚的挑战，我们沙湖家族中上万的灵石都能随你所用。灵衡大人，请吧。这阵仗哪里是仙奴节目，分明是把木修灵医馆的镇馆师全请来了。灵衡大人来啦，快来这边准备准备。听闻夫人说，灵衡大人可是掌管着数十名契约仙奴，肯定很累了吧？来，我为灵衡大人捏捏肩。他们是契约仙奴，又不是残废，我累什么？那我来为灵衡大人捶捶腿好了。毕竟灵衡大人来回为我们2家建立友谊，可是在2地来回走动。你们营地离贫困窟还不到50米。灵衡大人，把脚给我吧，我为您清洗干净，也帮您输输经脉。难怪多吉说这节目连仙人都扛不住。仙谷今年也好，如今这破世道也罢，
谁不想往这儿一躺，闭眼享受？况且狐仙跟普通士奴不一样，他们灵气入里，撩人于无形，根本不用刻意。不对，老狐狸在门口可是明说了，这节目里藏着挑战，完成不了就是白体验一晚，完成了，沙虎家上万灵石全归我。在洗浴馆做灵气调理，能有什么挑战？难道要我跟这些狐神灵异师讨论一下从仙古纪年到魔力纪年的局势变宫？好好享受吧，大人。看不出来你竟然还会买这些东西。师妹，怎么最后还突然买了个麻袋？是故意将放在下边的好东西给藏起来了吗？我可是看见你都买了些什么哦。师姐，你还说我？你自己不也买了一些灵异小物？我承认我买了，但我是大大方方拿在手里的。可是师妹的话，好像生怕被别人给发现哦。我那是因为被一个小妹妹当做姐姐了，必须得端起架子。是吗？但是在灵衡大人面前，你最好还是别端这个架子，甚至还要更主动一些。灵衡大人的性子你我都清楚，更主动吗？灵衡大人的这几个契约仙奴跟别处所见又不一样了，但愿他们不要成为威胁。灵衡大人见惯了这种精致灵韵，会不会连我家族的狐仙都看不上？这个小姑娘气场还稚嫩些，但专心修行的仙子哪能跟我们狐仙比天生灵媚？就算是看上去更妩媚的这一个，在灵异引导这方面还是稍逊一筹。我们狐仙在仙界时就已精通如何以理动心，